亲亲乖，自己搂着我。我明日要早起去城里，你莫要闹太晚。最后一次。妈，你是想整死我吗？亲亲莫要说这等晦气话，我怎舍得让你死呢？他们还要做一世夫妻，他若死了，他怎么办？灯火明灭中，江鱼眸中含雾，眼尾薄红，攥紧的手骨节泛着清白。萧令州，怎么了？没有得到应答，他擅自曲解他的意。懂了，亲亲要再多一些。你要疯了！人前光风霁月又高冷的男人，怎么到了床上反差如此大？不知过了多久，久到江鱼感觉人都要散架了，萧令州才满脸艳足吻了吻他的唇角结束。清理过后，他自身后将他拥入怀中。睡吧，阿鱼。被他身上好闻的木质清香包裹，累极的江鱼已经没精力去数落他的纵欲放肆。不消片刻，他眼皮打架睡了过去。夜色越发深浓，木屋外蝉鸣此起彼伏，半寐半醒间，江鱼下意识搭向枕边，手落了空，瞬间他睡意尽退。萧令州去哪儿了？成婚半年，他从不这么晚出去。江鱼提着灯笼出了房间，迎面而来的夜风拂乱了他一头压黑青丝。他在院内四下逡巡一圈，仍不见萧令州身影。就在这时，沙沙一响自木屋旁边的竹林深处传来，他步子一顿，扭头看去，轻声询问：萧令州，是你吗？等了好一会儿无人应答，他壮着胆子往竹林而去。竹林之中，刀剑碰撞发出滋啦声，黑衣暗卫与蒙面刺客交锋激烈，他们脚下是一具具与翠绿竹林形成鲜明对比的鲜血汩汩尸体。躲在大树后的江鱼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穿到这个朝代2年，这是他第一次直面这种电视剧里才可能出现的血腥场面。那人是萧令州？睁大眼发现不是幻觉，那人身上穿的是他前2日在城里买的月白袍，容貌清雪出尘，身姿颀长，不是萧令州还能是谁？只是他现在整个人半隐于竹林之中，周身气息阴森可怖，眸底冷然的没有一丝温度，那双修长如玉的手正掐着一名刺客脖子，随着咔嚓一声响，刺客脑袋一歪，死了。萧令州像丢垃圾一样将尸体甩飞出去，江鱼心肝一颤，猛然意识到萧令州是在杀人。林中一排暗卫齐刷刷跪在萧令州面前，属下等人玩忽职守，让刺客有了可乘之机，请王爷责罚。王爷？萧令州竟是王爷？自行领罚30鞭，将刺客处理干净。今夜之事，本王不希望发生第2次。谢王爷。萧令州施施然抬手，暗卫起身，火速收拾完地上尸体隐去。林仪走至他跟前，恭敬行礼。王爷，查了吗？查过了。夫人前2日进城，在成衣店试衣服时，脖子上的玉佩露了出来，刚好被赵太后设在玉州的暗桩看到，这才暴露了王爷行踪。萧令州母妃给他留下一对祖传双玉佩，成亲后他将另一枚给了江鱼。他告诉过他玉佩的重要性，他自是不会故意示于人前。看来这次刺杀是意外。本王体内的褐伤之毒还有1个月才彻底根除，这段时日你们多加强戒备，别让碍眼的脏东西再闯到这儿来。还有，把令妻调去保护夫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别让她在夫人的面前现身。王爷，京城那边苏将军来了信，您看要如何回复？可是有事？是关于您和苏月清苏小姐的婚事。苏将军说，先前您忙于公务，又觉得苏小姐年纪小，才拖着婚事。如今苏小姐已过双10年华，又因您中毒拖了1年，再拖下去，苏小姐都要成老姑娘了。苏将军的意思是，想让您1个月以后回京，就把婚事办了。飞鸽传书，就说成亲乃是大事，等本王回京再做商议。属下遵命。时候不早了，再不回去，夫人该起疑了。回京事宜，你让人开始着手准备，路上的吃穿用度及伺候的人都照夫人的喜好来。是。踏着月色，萧令州回了木屋，他特意清洗一番，熏了香，确认身上没有一点血腥味残留，才放心进房间。他放缓脚步走向床榻，看到床上女子面向里侧睡得香甜，他周身戾气散去，脱了衣裳鞋袜上床，动作轻柔地将人捞进怀中。亲亲，救命啊！刚发现温柔夫君是杀人不眨眼的王爷，还有个未婚妻，转瞬就被他抱在怀里啃，这搁谁不害怕膈应啊？
小令周，别闹了，我好累啊。青青，安心睡吧，我不闹你。他说话算话，倒是没在闹他，只是手臂一直箍着他腰，滚烫的胸膛紧贴着他后背，一呼一吸都令他不自在极了。江瑜推开他往里侧拱，青青不是嫌热吗？怎能还将自己裹得那般紧？乖，我不抱你就是了，别把自己热坏了。渣男！要不是知道你未婚妻叫苏叶青，真要以为这是你对我的爱称啊。他在床上喊他青青时，到底是喊他还是他那个未婚妻？江瑜心中陡生无名火。为了不让萧令周看出端倪，他忍下那股子情绪，假装熟睡。不一会儿，枕边响起云长呼吸声，江瑜松了口气，心想今夜总算是糊弄过去了。晨曦微露，浅淡鱼肚白悄然在天际晕染开来。萧令周习惯早起，他动作轻缓，起床穿衣，关门声传来，江瑜睁眼，绷紧的身体骤然放松下来。消化一夜，他已经接受萧令周真实身份是王爷的现实了，将自己蜷在被子里，他默默为自己未来做起打算。想到这儿，他怒火重燃，他想不通，他要娶妻还带他去京城干什么？所以他决定逃跑。打定主意，他麻溜从床上爬起来穿衣裳，今日刚好要进城，他既要逃跑，得把手头的货先卖了，准备好钱，徐徐图之。正想着，萧令周推门而入，一身简单素白袍，墨发用发带束着，金贵又俊美。江瑜想，这般仙姿玉貌之人，怎么可能就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呢？怎一副心不在焉模样？可是身子不舒服，要不要找李大夫来给你瞧瞧？我没什么事，别动不动就去麻烦李大夫。早食好了吗？我饿了。马上就好，你先梳洗，我去看看熬的粥。好，快去吧，我可不想吃糊了的粥。他点点头，转身出去，望着他背影，江瑜眼底闪过一抹复杂之色。这样的日子最多只有1个月了。吃完早食，萧令周送江瑜到村口，等他上了牛车才去学堂。到城里后，江瑜将最近制作的一批胭脂按高于成本价的1成卖了出去，掂量着手里的25两，他低喃：钱真是不好挣啊。他忙了1个多月，做胭脂的材料用的都是最好的，结果就只卖了25两。若不是他急于脱手，零散的卖怎么着也有50两。叹了口气，要跑路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路引问题。他所处的这个朝代名叫大昭国，对人口的流动各州县都有严格管控，没有路引他哪儿都去不了。抱歉姑娘，我师父出远门了，要半个月后才回来，你到时再来吧。慢着，小郎君，可否请你帮个忙？将自己要求写在纸上交给少年后，江瑜付了1半定金，承诺取假路引那日再付清尾款。他费好大劲才甩掉萧令周的人找到这儿，自是不想无功而返。人不在，预定也是一样的，到时他直接来取就是了。他赶在天黑之前回了张家村，隔许远，坐在牛车上的他看到了村口那抹熟悉的白色身影。阿玉，辛苦了。不辛苦不辛苦，天要黑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好。他习惯性地将他纤细柔软的手拢住，边走边询问他今日卖胭脂的情况。江瑜努力让自己放松着身体，脆声回答着他。直到2人到家，他松开他手去了厨房，他才骤然发觉自己攥紧的手心出了一层细密的薄汗。他遁入房间，将门反锁，快速拿出今日卖胭脂的钱，还有这2年他攒下放在梳妆台隔层里的所有积蓄，全部算了一遍后，他顿时泄了气，栽倒在床上。胭脂阁的老板不是想要我的胭脂配方吗？反正要跑路了，不如卖给他。细细考虑了下，他觉得此法可行，打定主意。他麻溜爬起来，将床上的银子银票装进小黄鸭荷包里，珍宝似的藏回了梳妆台隔层。阿鱼，吃饭了。来了。你方才锁门做什么？我身上出了汗，擦洗一下。瞧你，吃饭还跟个孩子一样，要是没有我在身边，怕是都照顾不好自己啊。他话一出，江瑜猛地呛了下，心虚的脸更红了。我都21了，才不是孩子。没遇见你之前我也活得好好的，谁说不能照顾好自己啦？是我言错，阿玉向来坚强，无需靠任何人便能活得很好。你累了一天，肯定饿了，快吃饭吧。他涵养极好，即便被他驳了话，也未流露出丝毫生气迹象。江瑜瞧着碗里的菜，一时间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经历这个小插曲，他没滋没味吃完了饭，躺在院中摇椅上，百无聊赖地看萧令周在厨房涮碗。他看得出神，手忽然被什么舔了下，低头一看，
一只通体黄色的大胖狗正乐颠颠地往他身上拱。江墨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他蹲下身，在大胖狗头上揉了揉，数落着：又偷跑出去和其他狗厮混，再这样下去，下次就不给你饭吃了。大胖狗委屈地用身体蹭他，想说他才没有出去厮混。江墨，你好脏啊，不许再靠近我。江墨吐着舌头在原地嗅来嗅去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不一会儿，他从一旁草地上叼了根带须的东西过来，江鱼眼尖看到了，好奇地从他嘴上取下，拿在手上细细打量。这是什么？他凑近了看，眼睛倏地一亮，居然是人参。好江墨，快告诉主人你在哪儿挖的，主人奖励你明天啃大骨头。听到大骨头3个字，江墨激动地转来转去，朝着外面吠了2声，又用爪子在地上点了几下，再用力地刨其中一个地方。江鱼看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这东西是你今天跑出去玩找到的，有很多，你就挖了这一株带回来。呜咽着点了点狗头。江墨啊江墨，你真是一只好狗狗，主人的美好未来可就靠你啦。咱们明日就偷偷上山去，等赚了钱，主人再给你买个大碗。喝完药沐浴更衣后，萧令周回到寝居，江鱼脸上盖着本书躺在摇椅上。萧令周走上前，伸手将他脸上盖着的书拿走，凝着女子颜姿俏丽的熟睡脸庞。他微俯下身，在她莹白额间落下一吻，随后动作轻缓，将人拦腰抱起。突如其来的悬空让江鱼蓦地惊醒，萧令周线条清晰的下颌毫无预兆映入眼帘，微微敞开领口下是半隐半露的结实胸膛。江鱼睡眼惺忪地望着这样的萧令周，浆糊一样的脑子里早将昨夜看到的可怖画面忘了个干净，手更是熟能生巧地顺着他敞开领口抚上了那附着薄肌的胸膛。亲亲，这习惯可得改改啊！别动，让我摸摸摸摸。亲亲衣裙脏了，洗个澡再睡。什么？洗澡？他噌一下从他怀中跳了下来。不用。亲亲听话，洗了睡舒服些。你出去，我自己洗。怎么了？以前不都是我为亲亲洗吗？我腰还疼。怪我，昨夜梦浪了，难免情难自禁嘛。你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，我便罢了，要是旁的女子这样勾你，你也会情难自禁。亲亲休要胡言，我又不是禽兽，你我是夫妻，我才会与你做那样的事，你怎可拿别的女子来与你相提并论呢？江鱼微微愣神，他当真那么爱他吗？若爱，为何要对他隐瞒身份？为何有未婚妻不告诉他，还要和他成亲，并除杂念？他环住他净瘦腰身，脑袋靠在他肩上。这还差不多。萧令周，你是我一个人的，除了我，你不准喜欢别人。要是你喜欢别人，或者被别的女子勾了去，那我就……你就如何？我就嫁给别人，嫁个比你好看、身材比你还要好的男人，与他恩恩爱爱生孩子。又在胡说！你是我的夫人，现在是，一辈子都是，休想再嫁别人了。生孩子更不可能，就算要生，也只能和我生。江鱼心中腹诽，还一辈子都是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明明就要回京娶美娇娘了，还在他面前扮演一副情深似海模样。萧令周，我困了。乖，沐浴完就睡。我不要嘛，我想自己洗，你就依依我好不好？好，依你依你。江鱼高兴地在他唇角蜻蜓点水亲了一下，推他：你快出去，我一会儿就好。萧令周无奈地点点头。听到门前脚步声远去，江鱼松了口气，磨磨蹭蹭洗完澡，套了件舒适的衣裙，他慢悠悠回到寝居。怎么这么久？萧令周看到他大晚上还穿那么多，不热？我不小心洗睡着了。过来。萧令周拉着他坐到自己腿上。洗澡都能睡着，你也算是第一人了。下次不会了，下次不会啦。没有下次。没有下次。去睡吧。他麻溜地站起身扑向床，火速蹬掉绣鞋钻进薄被里。我睡了。萧令周嗯了声，灭掉灯后才上榻。他正欲将人揽进怀里，听到他均匀呼吸声，手顿住，想了想，还是将手收了回来。他累了一天，还是不扰他为好。半山腰上有一间猎户搭建的临时茅草屋，萧令周背着江鱼推开被风吹得半开的门进去，放下他从腰间摸出火折子，将屋内干柴收集起来，燃起火堆。把衣裳脱了吧，不想生病就脱了。知道他在生气，江鱼自知理亏，悻悻地松开了手，将他里衣脱去。还要脱？他绷着一张俊美的脸不说话。脱。说吧。
你一个人偷跑进山里做什么？我能去干什么？当然是去摘花做胭脂啊。你背着这么小的背篓去深山里摘花？山下花都采没了，我就想着去山上碰碰运气，带小的背篓方便一些，不行吗？萧令周没说话，算是相信了他说辞。他寻来干树枝支起，将他衣裙晾上去，又将自己身上湿衣裳全部脱下，和他衣裙一起烘烤。你干嘛？我自己来。萧令周身形稍往左倾，他人直接横着扑进他怀中。小心！萧令周一手钳住他纤软的腰，一手托住他后脑勺，将他禁锢在怀中，俯下脑袋，准确无误地衔住他微张的红唇，唇瓣相贴。他身上淡淡药香混合好闻的木质清香涌入他鼻尖。芊芊。屋外雨声潺潺，正当两人吻得忘情时，一道黑乎乎的影子窜了进来。谁？看到是浑身黑泥的江墨，他表情松缓下来。不许过来，滚出去洗干净再回来。好不容易找到主人的江墨又可怜巴巴地出去了。外面下着大雨，你让他去哪儿洗干净啊？他又不是蠢的，知道怎么把自己弄干净。哦，两人姿势过于暧昧危险，江鱼想起身，又被他勾住腰压回怀中。去哪儿？我坐那边去。冷吗？冷就好好坐着，我抱着你暖和些。被他整个圈在怀里，江鱼身上冷意渐退，只是稍一动，腰间痛意忽地袭来。怎么了？腰有点疼。腰疼？在山上摔的？他眼中因疼痛泛着泪光，咬着唇点点头。他们每晚同榻而眠，想瞒他也瞒不住，倒不如坦白来的干脆些。你乖乖在屋里待着，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。衣裳烘干的差不多了，他拿起穿上就出了屋子。不消片刻，握着一株洗干净的草回来，放进嘴里咀嚼后吐在手心。他另一手掀起他衣摆，将药敷上去。这是3七，具有减轻淤血肿痛的功效，条件简陋，先将就一下，等雨天回家我再给你处理一遍。他怎么就是个王爷呢？他要不是该多好啊！他这张脸，这副身子，真是哪哪都长在了我的心巴上。我来的时候桥就快被水淹没了，暴雨又引起了泥石流，想来桥已经塌了。今夜我们可能得在这儿待一晚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偷跑进山了？我回家看到你不在，又下着雨，蒙猜你是出来摘花了。沿路问了村里人，说是看到你来了山里，这才寻了来。还好你来了，不然我怕是凶多吉少了。莫怕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任何事的。萧令周，你真好，我上辈子一定是烧了高香，才会遇见你这么好的郎君，下辈子我还要遇见你。说完这话，他心中赶紧呸呸两声，心想可别再遇上了。他就一普通人，跟他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玩心眼子太累了。火红的人身上暖乎乎的，蜷缩在萧令周怀里，累了一天的江鱼渐渐来了睡意。睡吧，我守着。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宿，直到天亮才彻底停了。站在被流沙覆盖的断桥边，江鱼扭头对萧令周道：要不我们沿着河流找找河距窄的地方，看能不能过去。他们住的房子在河流对面，必须要跨过这条河。幸运的是，河流上游水浅处有棵树横亘在河中，两人带着江墨顺利地过了河。回到家中，江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宝贝人参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。啊，那这事儿就麻烦先生了，我带村里人向先生说声谢谢啊！我家里事忙，就不继续打扰了，告辞。等人离开，江鱼迈入屋中。那人是来做什么的？村中的桥被暴雨冲垮了，村长号召大家筹钱重修，想让我负责登记一下各家捐钱的项数以及施工期间的点卯任务。你答应了？都是村中的一份子，修桥乃是惠及所有人的好事，我如何不答应？可有需要我帮忙的？不用，修桥的都是村中男丁，你去了多有不便，就在家待着。不过施工的那段时日，须得麻烦阿玉中午替我送送饭了。你是我夫君，送饭而已，不麻烦。芊芊真乖。肩膀被他自后箍住，下巴也在他手心捏着。江鱼逃无可逃，只能任他有一下没一下的亲着，唇齿间气息交换之余，当小腹被熟悉的火热抵着时，江鱼浑身一激灵。我饿了。萧令周凤眸漾着温柔，低头在他唇上咬了咬，打横将他抱起，向寝居而去。我也饿了，芊芊先喂饱我，我再去给芊芊做饭。他声音又沙又哑，还带着点诱惑意味，听得江鱼魂都要跟着飘了。萧令周，我真的饿了，没跟你开玩笑。他话落，身体就陷入了柔软棉被中。我现在更饿，芊芊，可怜可怜我吧。
天光放亮，萧令周早早起床洗漱，吃完早饭，他走到寝居门前敲了敲，提醒还在睡觉的江鱼。阿鱼，我走了，你记得把饭吃了。知道了知道了。他有起床气，大清早被扰了清梦，语气中都透着几丝不耐烦。萧令周无奈浅笑了下，撑着雨伞就出了门。这几日都在下着朦胧细雨，就没个晴的时候。学堂散学后，他还要抽出时间接待来募捐修桥钱款的村民，将他们所捐款数悉数登记在册，因而这2日都是早出晚归。3日后，募集的钱已足够把桥修起来。趁着天晴，村长号召一家出1名男丁开始修桥，烈阳如火。萧令周坐在搭造的简易草棚下，执笔测算今日需进出的款项。长相清秀可人的崔玲端着一碗茶上前：“先生，天热，来喝口茶润润嗓子吧。”萧令周瞥了眼木桌上的茶，头也未抬：“多谢。”“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先生写的字可真好看，可以教教灵儿吗？”“崔姑娘，我是有妇之夫，还请你站得离我远一些，免得被人看见了说三道四，有损你我的名声。”“先生，清者自清，我们又没有做什么，谁敢乱嚼舌根？”就在他身子要倒向萧令周时，他腾的一下站起来避开。崔玲猝不及防，人扑了个空。“崔妮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”“村长，我看萧先生一个人在这坐着无聊，就想着陪他说说话。”“嗨，得，先生忙得很，哪有时间搭理你？你一个姑娘家的，今晚人家成婚男子跟前凑什么凑？你哥喊你呢，快过去。”“先生，我走了，茶你记得喝。”萧令周俊美面上无甚表情，并未理会他。“哎呀，走，赶紧的，你哥早嚷着喊饿了。你倒好啊，送饭来不先紧着你哥，跑萧先生这儿来找存在感了。”他过于直白的话令崔玲脸上一热，见萧令周也不待见他无地自容地走了。“我哪里就比江鱼差了？萧令周居然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当初明明是我先看上萧令周的，凭什么江鱼后来者居上？”“崔宁就是年纪小不懂事，没什么坏心思，先生别和他一般见识。”“可否给我换把椅子？”“行，我这就给先生换。刚好啊，我从家里搬来了椅子，没坐过。先生要不嫌弃，咱们就换换。”“有劳了。”萧令周温文尔雅行了一记书生礼。“哎呀，先生太客气了。村里修桥啊，原本摊不到你和江鱼头上，你不收1分钱来帮忙，我们已经很感激了。你有什么事尽管喊我啊，我这就去给你搬椅子来。”萧令周点点头。村长前脚刚走，崔玲后脚就端着几个白面馒头，满脸堆笑而来。“这都大中午了，江鱼还不来送饭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。”带着讨好的笑，将馒头递到萧令周眼前。灵儿想着先生肯定是饿了，就特意给先生留了几个馒头。先生，你先垫垫肚子吧。眸光淡冷瞥了他一眼，萧令周提步就走。崔玲好不容易抓到可以和他说话机会，哪儿肯让他走？“先生，你是讨厌灵儿吗？才不肯吃灵儿送的东西吗？”“崔姑娘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是有妇之夫，别把你扭捏那一套用在我身上。还有，我不希望再从你口中听到半句关于我夫人的坏话，否则休要怪我不留情面了。”“萧令周，你站在太阳底下干嘛呢？不嫌晒得慌？真是的，你早上也不提醒我一声食盒放哪儿了，害我找了老半天，还好没耽误给你送饭。”女子一袭淡紫罗裙，提着食盒聘袅袅走来。“哟，这不是崔玲吗？你在这干什么？”江鱼扭头看了眼不远处光裸着膀子砸石头和泥的一群男人。“莫不是那里边有你的心上人？”“你别胡说，没有的事。”说罢，他逃也似的跑了。“跑什么呀？我看起来有那么吓人吗？”江鱼嘀咕。方才他躲在树后可看得一清二楚，崔玲一个劲儿往萧令周面前凑，分明是还觊觎萧令周。“为夫就在这儿，青青竟然还敢偷看别的男子。”“谁说我在看他们了？我是在看乔修的怎么样了。我还没问刚刚崔玲在这做什么呢，你倒先怪起我来了。”两人走到草棚下，萧令周接过他手中食盒放桌上。“你还知道关心我，要再不来，你夫君都要成别人的了。”“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”“我是亲亲的，谁也抢不走。”“这么大的太阳，你也不嫌热，赶紧把饭吃了，我还等着回去呢。”“好。”
村长搬椅子来，看到江鱼，热拢的打招呼：“啊，江鱼，你来给萧先生送饭啊？”“是啊，村长，你吃了没？要不坐下一起吃？”“哎，不用了，我家老婆子都快送饭来了啊。活儿紧啊，我就不陪你和先生唠了，你们自便啊。”江鱼点点头，余光瞄到崔玲走过来身影，他眼底掠过一抹算计。“你说你是不是只爱我一个人？”“只爱你。”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“阿鱼，这是在外面。”“怕什么？又没人看我们。你要是爱我，是不会拒绝我的，对吗？”成亲后他鲜少这般主动，还如此娇声娇气的说话，萧令洲心都酥软了，哪有不依的道理？萧令洲本以为他是浅尝辄止，不想却似上了瘾，搂着他吻个不停。倏地他察觉到一道异样目光，几米开外的崔玲看着搂抱在一起亲吻的两人，羞得秀丽小脸通红，在对上萧令洲暗含警告又危险的眼神时，他霎时浑身一僵，攥着裙摆就落荒而逃了。“萧令洲，你干什么？想憋死我吗？”“是我不好，方才有碍眼的东西，一时情急失了分寸，请莫要动怒。”“什么都没有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想唬死我。”从他怀里站起身，“哼，今晚你不准再碰我，食盒你自个儿带回去，我走了。”说罢他头也不回溜了。看着他离去背影，萧令洲眼底漾着温柔笑意，他就爱他爱使小性子，生动又活泼的俏丽模样，这样才让他觉得这寡淡无趣人生有了几分意趣。田埂上，崔玲手里握着根狗尾巴草，踢着地面小石子出气。“等等！”他回头看去，见是江鱼，脸立马耷了下来。“你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大家都一个村的，知根知底，这么生分做什么？”“哼，你有话就直说，绕来绕去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就爱跟崔姑娘这么聪明又美的人说话。其实我来找你确实有点事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你喜欢萧令洲，对吧？”看他羞愤的要开口，抢先一步：“我可以把他让给你。”“你说什么？你要把他让给我？”“对，让给你。”“你没毛病吧？”“你就说你喜不喜欢萧令洲，想不想嫁给他？”“我喜欢谁，想嫁给谁，关你什么事啊？100两，100两，我就把萧令洲让给你，还把他所有的兴趣爱好都告诉你，如何？10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还有啊，萧令洲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让给我？”“你这话说的，主要是萧令洲他绝对值这个价，甚至更高。还有啊，你也看到了，他现在很爱我，我要是不主动让位，任何人都别想撼动我的位置。这样吧，看在你我做了2年多同村的份上，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展示一下诚意，你再考虑要不要出这100两，怎么样？”“啊，什么秘密？”江鱼看到鱼儿上钩了，唇间微弯，开始瞎编乱造起来。其实萧令洲的真实身份是大户人家的嫡子，他生母早逝，继母嫁进家中后各种虐待他，甚至他长大后，继母为了让自己儿子继承家业，派人杀他，给他下毒。他为了避开继母的追杀，才躲到了张家村，要不了多久就会回去夺回属于他的一切。你说的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想想，他要是个普通书生，能有那副绝好的容貌和气度？你再想想，他是不是突然来的张家村？关于他，村里人是不是只知道他是村长家的远房亲戚，是个书生？除此之外，你还知道什么？崔玲睁着纯澈的眼摇摇头，这不就是啦？这说明我说的都是真的呀。萧令洲他就是为了躲避继母的追杀，才隐瞒身份躲在这儿的。他那样的大家族，随便一个玉佩就足够普通人衣食无忧一辈子了。他从脖子上掏出双玉佩给崔玲看，你瞧瞧这色泽，这玉质，你猜猜拿去当铺能当多少银子？这起码得300两吧？错，大错特错，最少值这个数，50两。再猜，大胆的猜，不会是500两吧？这玉佩可是上好的翡翠冰种，有价无市，起码5000两。这么贵啊？怎么样，你还觉得我在骗你吗？你当真愿意100两就把萧令洲让给我？当然。他那么有钱，你为什么愿意把他让给我？唉，我实话说了吧，我得了绝症。去了眼，崔玲惊讶到张大的嘴，她抽噎着。大夫说我活不了多久了，还不能生孩子，我不想拖累萧令洲，才想着在回去之前给他找个知心的人。我知道崔妹妹你喜欢令洲，与其将来让别的女子嫁给他，我宁愿那个女子是你。九天佛祖太上老君，原谅信徒胡说八道，我说的这些千万别当真。江姐姐，我也很同情你，可是这钱……唉，崔妹妹，你想想萧令洲的身份，你以后要是跟了他，100两就
就是随便打发下人用的。你要是舍不得这银子，便罢了，我呀，便不为难你了。今日之事就当我没有说过，告辞。说罢，他便装模作样要走，这可把崔玲急坏了。啊，江姐姐，你这是做甚啊？我方才开玩笑的，不就是100两吗？我给还不成吗？还是算了吧，我乔妹妹不是很舍得那100两，要是回头没成事，反怪到我头上，我可消受不起。啊，别，江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走啊，我这就回家去取银子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再给崔妹妹一个机会，只是这日头这般大，我怕是等不了多久。好，我明白，你稍等一会儿啊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丢下话，他脚下生风跑回家，不消半刻钟折返。说好的，你得把萧令州所有的爱好都告诉我，还得为我创造接近他的机会。江瑜伸手去接银子，崔玲不舍得放手。不行，你得先给我个凭证，不然你回头赖账可怎么办呢？这人还真是个人精啊。罢了，这事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他给他就是了。伸进怀中掏了几下，他终于找到了一样可以当做凭证的东西。他传来时挂在钥匙上的海绵宝宝挂件，刚好可以派上用场。这个是我的贴身之物，从家乡带来的，这世上绝无第二件。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？崔玲看着新奇的海绵宝宝挂件，心想肯定又是萧令州送江瑜的，不然凭他自个怎么可能买得起做工如此精细之物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江瑜将萧令州的爱好都告诉崔玲后，他才放他离开。回到家，江瑜妥善将钱藏好，又去查看自己挖的那几株人参。要不是村里的桥塌了无法进城，他早拿去卖了。叹了口气，将人参藏紧时，他心中盼着桥能早日修好，不要误了他的逃跑大计才好。是夜，暮色四合，竹屋四周蝉鸣声渐起。弄醒你了，芊芊，睁眼看着我。看你妹啊！芊芊不是睡着了吗？怎的又醒了？明知故问，他就不累吗？大半夜还要折腾。是我知错，芊芊打我。你别。芊芊不想要我？我是心疼你，白日在太阳底下做事累了一天，并不是。我不累。我累呀！在想什么？芊芊今日很累。累？你明日还要早起，快些睡吧。芊芊真是不乖，都学会骗人了。你这几日只给我送过饭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，何来的累？我在家躺着，难道就不累啊？那只来一次好不好？翌日，江瑜满身红痕，生无可恋地瘫在床上，而萧令州则是神清气爽去上工了。临走时，他还不忘温声叮嘱他把早食吃了。他气呼呼地背过身，没有理他，嘴里挠挠不休地骂他不知节制。等人走后，他躺了许久才揉着腰爬下床。你这小畜生，跟本郡主滚开，滚开！郡主？不会是来找萧令州的吧？他蹑手蹑脚来到窗边，隔着支起的窗往外看，就见身着橙黄衣裙、梳着2条辫子的妙龄少女正与江墨对峙。你别过来！他越怕，江墨就越凶。眼看江墨朝女子扑咬上去，江瑜心下一骇，忙出声阻止：江墨，回来！不管女子是何身份，他都不能眼睁睁看着江墨伤人。听到女主人声音，江墨回头，他摇着尾巴屁颠颠朝江瑜奔去。江瑜摸摸他狗头，走到被吓得跌坐在地的女子面前：你没事吧？你就是令州哥哥在乡下娶的那个夫人。江瑜明白了，这是来找茬的，听语气貌似还是萧令州爱慕者。我是，你哪位？你管我是谁？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，定州哥哥不是令人高攀的，你要识相的话就自觉离开他，否则如何？否则我就要你好看。萧醉月叉腰放狠话，就这？江瑜笑了，也大概估摸出他性子了。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凭什么你让我离开就离开啊？本姑娘身份尊贵，只是你这等低贱之人配知道的。萧醉月一副高傲姿态，有病就去治，出门直走，不送。江瑜半点不惯着他，扭头就进了厨房，想让他离开萧令州，又不拿出诚意来，鬼才理他。你什么意思？萧醉月要追进厨房，江墨凶神恶煞地拦住他去路。滚开！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？你快让他走开！500两。什么500两？再犹豫，我可就不管你了。你去抢得了。你给不给？不给我走喽。慢着，这是1000两，我要你主动离开令州哥哥。江瑜瞥了眼，面上毫无波澜。嫌少？
萧醉月取下腰间荷包掂在手里，这里面还有300两银票和一些碎银子，只要你答应离开令州哥哥，我就全部给你。目的达成，江鱼毫不客气接过，眼角都笑出褶子来了。哎呀，早这样不就好啦？我这个人呀，最是和善了，可惜姑娘来的不是时候。萧令州他出门了，来者是客，我也不好怠慢了不是？姑娘要不进屋喝杯茶？他一前一后完全两副面孔，萧醉月微微错愕了下，心想令州哥哥怎么会看上这么个见钱眼开的女人，心中鄙夷了江鱼一番。他站直身子，视线落在江墨身上。拿钱办事，我懂。江墨，去玩吧。切，没想到这只胖狗还有名字，它叫江墨，那你叫什么？人为民卑，恐污贵人耳，不提也罢。我叫萧醉月，是令州哥哥的青梅竹马。哦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是青梅竹马，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青梅竹马又如何？我是他夫人。他夫人。这句话犹如魔音在萧醉月耳边回荡，不断刺激他的神经。别忘了，你收了我的钱。什么钱？哪来的钱？你想耍赖不成？我怎么就耍赖了？我又没答应你什么，是你非要给我钱，我只好勉为其难收下喽。你现在是令州哥哥的夫人没错，以后可就不一定了。哦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令州哥哥没告诉过你吧？他其实是……小姐。就在他即将要将萧令州身份宣之于口之际，3名下人打扮的男子满头大汗跑来。小姐，大公子找您找的都快急死了，您快跟小的们回去吧。一看是谢金兰的人，萧醉月面上露出慌乱之色。我不回去。小姐，得罪了。话落，其中2人便强制架住萧醉月，要带他离开。你们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我不要回去！我把钱都给你了，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我答应帮你把狗换走，事情已经做了，怎么就说话不算数了？抱歉啊，姑娘，我家小姐前不久脑子摔坏了，神志不清，总爱胡言乱语。我家公子带她来豫州寻医，路过此处，岂料我们一个没注意，让她跑了出来，有打扰之处，还望海涵。江鱼嘴角扯了扯，心想为了遮掩过去，这人还真是谎话张口就来，要不是他早知萧令州身份，还真信了。没事，我看他病得不轻，你们快带他回去吧。多谢。言罢，3人近乎连拖带拽地将萧醉月带走了，直到走出许远距离，确定江鱼看不到后，钳制住他胳膊的2人松开他。事从全集，我等僭越，还请郡主恕罪。是谢金南叫你们来的？是。深知有这3人在，他定是没法再找那个女人了。我不就是到处走走，谢金南至于派人来抓我吗？郡主身份尊贵，又是汝南王唯一的女儿，王爷为国镇守南疆，将郡主寄养在京中，您的安危事关国事，我家大人自然不敢轻淡。郡主此次偷偷跑来豫州，已是我家大人失职，若您再有个好歹，到时我等都无法向汝南王交代，还请郡主不要为难我等，随我们回去。去，说的冠冕堂皇，你们不就是怕我找令州哥哥那个夫人麻烦，回头谢金南罚你们吗？本郡主跟你们回去就是了。话落，他拂袖而去。今日来这一趟也不算白跑，至少他探明了那个姓江的女人是个见钱眼开的，这样庸俗的女人还用不着他花费那么多心思去对付。隐在暗处的一道玄色身影注视4人离开，直至傍晚萧令州归来，令其将白日的见闻悉数禀告于他。听完，萧令州神情晦暗不明，眸色冷了几分。夫人可有怀疑？看夫人模样，像是信了谢大人手下言辞，并未生疑。去告诉谢金兰，若他此次不能将功补过，这个中书令就别做了。是。阿宇，我回来了。今日怎回来的这般早？修桥的事差不多了，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村长就让我提前回来了。那你明日还去吗？我将每日出宫的人数都记下了，照你说的法子列了表，之后几日村长只需要点名记到就行，无需我再亲自去。萧令州拉过他坐到腿上，将他整个圈在怀里。今日都做了什么？日头好，我将前些日子摘的花做成了胭脂，等桥修好，趁这段时间生意好，赶紧卖出去。哪儿还有什么胭脂？他说这话不过是为自己进城办事寻借口而已。今年豫州受了灾，来年还不知什么光景，我想多攒点钱，到时候开间胭脂铺子，亦或是做别的营生，都能有个底。你一整日都在家，可有旁人来过？终于问了。江鱼故作姿态想了想，将萧醉月来过的事简略说了遍，一副全然相信无言说辞表情。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，原是个脑子不正常的。还好他家下人把他带走了，不然我都怕江墨把人咬了。他们要是借此狮子大开口讹一笔，我可没银子赔。挣钱可真不容易，
我每日起早贪黑，累死累活，偏生这老天还不长眼，一场暴雨下来，桥垮了，胭脂卖不出去，又耽误我上山采花，掰着手指头一算，得亏损一大笔银子。阿宇，我能养活你，若不然这胭脂生意就别做了。你一个教书先生，一个月能有几个钱？我不卖胭脂，咱俩都得饿死。他说这话时背对着他，内心期待他能借这个机会自个坦白一切。然而萧令周的话注定会让他失望。我父母离世前给我留了一笔钱，就算你我什么都不做，这一辈子亦可以丰衣足食。他拉过他手，眸光温和地注视他。阿宇，我不想你这么辛苦自己，我有能力照顾你，这一次你听我的可好？你父母当真给你留有一大笔钱？我何时骗过你？自是真的。哼，没骗过我，这话鬼才信呢。口头上说了不算，真金白银拿出来看看实力。不急，我先去拿润肌膏给你擦擦手。当一匣子银票摆在面前时，江瑜惊住了。这里共1万两，当初我来张家村本是小住一段时日，因而只带了这么多，其余的钱都寄存在了钱庄。钱财外露极易遭来灾祸，所以我才以清贫一面示人，并非有意隐瞒，亲亲可怪我。江瑜满心满眼都是眼前的一匣子银票，压根儿听不进去他说什么。不怪不怪，你刚才说这些都给我，都是你的。无功不受禄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？亲亲愿意嫁我，成为我的夫人，便是最大的功。不过是些许的钱财，你安心收下便是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江瑜立马就将匣子和尚抱在了怀里，嘴角咧到了耳后根。萧令周看他一会儿将匣子放枕头下，一会儿又拿出来放床底，一副防贼模样，不由得失笑。亲亲放宽心就是，这里除了你我没有旁人，不会有人来偷你的钱。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会不会有哪个手脚不干净的，趁我们不在偷摸进来。前2个村里的周婶还说丢了10个鸡蛋呢，我这么大一笔钱，可不得藏严实啦。萧令周笑了笑没说话，默默注视他抱着装钱的匣子在屋里转来转去，最后将匣子藏在地板下。大功告成，任谁都想不到我会将钱藏在这儿。暑热退去，天气渐渐转凉，进城须得早起。江瑜赶了个早，带着一身常服的令妻进城了。经萧醉月一事，萧令周演都不演了，骗他说令妻曾是他家下人，以后就以护卫身份跟在他身边。到了城里，江瑜带令妻逛了大半天，直到他手里再拎不下多余东西，抬头看了眼艳阳高照的天，他迈进一家茶楼，要了间包间。小二将茶沏好。你们这儿可有如意斋的蜜仁糕？抱歉客人，蜜仁糕是如意斋招牌，您要吃还得自个儿去如意斋排队买。我念了他家蜜仁糕好久了，还想着边喝茶边吃，以为你们茶楼有呢。既如此便罢了。客人，您不是带了仆人吗？何不您在这儿品茶，让他去帮您买一份来。不必了，不过是一口吃食而已，这么大太阳还要排许久的队，太折腾人了。还请夫人在此等候，不要乱跑，小的这就去买。这要不还是算了，我不吃也没关系的。在下去就来，烦请照看我家夫人一二。好的好的。江瑜走至窗边，看到令妻向如意斋去了，他装作肚子不舒服，向小二问了茅房所在，悄无声息从后院溜了出去。日头西沉，云霞被染成揉碎丹纱。张家村村口，萧令周颀长身姿立于柏木树下，他目光眺望远处，始终不见心心念念之人身影。余霞在夜幕包裹下渐渐失了颜色，周遭一点一点暗了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辆牛车缓缓驶来，车上坐的正是江瑜和灵妻。怎回来的这般晚？累不累？牛车本来就走得慢，让你久等了。天都黑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今日进城可遇到什么趣事？趣事没有，不过多亏了令妻，让我吃到了如意斋的蜜仁糕。看来亲亲今日逛得很开心呢。算是吧，买东西不用看价格，这种感觉真畅快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份蜜仁糕回来，回去尝尝。好。是夜，萧令周从书房出来，看到江瑜和灵妻在藤萝架下说着什么。朦胧月色下，不知令妻说了什么，他若有所思点点头，面上笑意嫣然。在聊什么？公子。萧令周锐凤眼淡扫他一眼，他头皮一紧，立马自觉退下。这2日你与令妻倒是相处得极好。你吃醋了？对，我吃醋了。青青刚刚和令妻聊了什么？笑得那么开心。你哪里看到我笑得开心了？有，不仅笑了，还一直盯着他看了。青青是腻了我吗？为何总是盯着别的男子瞧？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啊？我最爱的人是你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对你的真心啊？
我是你娘子，不是囚犯。眼睛长在眉毛下，难不成你还不准我用来看人吗？别人家夫君对自家娘子都是100%的信任，到了我这儿，你就会瞎促欺负我。亏我还好心让令妻出主意，给某人准备生辰礼物，原是好心被当做了驴肝肺。对不起啊，阿鱼，是我错了，你莫要生气，我以后一定信任你。这一次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想要我原谅你也可以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我上次去城里卖胭脂，听人说这个月下旬有一场斗庄赛，第1名有3000两奖励，我想去试试。此事不可，你换一个。我真的很想去，你就让我去嘛，我保证不乱跑。你要是实在不放心，就让令妻跟我一起去，或者你陪我去都行。何时去？何时归？6天后去，待3天。那么久？哪里久了？1天1场，分别是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可不就得3天啊？先说好，得让令妻寸步不离地跟着你，赛事结束立马回来。要是中途遇到了什么事情，就让令妻给我传信。你这是答应了？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感受脸上传来的柔软触感，萧令周唇角微微上扬，抱紧他。我方才说的，你可都记住了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记住了就好。到时等你回来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会与你说。什么事啊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又白期待了。不过都无所谓了，反正我要跑路了。他要说什么事，我都不关心了。距离那个什么斗庄赛还有6天，这6天他就好好休养生息。毕竟要从萧令周眼皮子底下无声无息跑掉，还是需要费些心神力气的。后日就是你生辰，想要什么礼物啊？想吃你亲手做的南瓜饼、长寿面。这算什么礼物啊？你就没有特别想要的？特别想要的，青青可还记得去年我生辰的事？你突然提这个做什么？亲亲不是想送我生辰礼吗？在我看来，再好的礼物都不及亲亲当时说的那件事。哪件事啊？青青竟给忘了。不过不妨事，我待会儿会给青青回忆回忆。话落，他将人打横抱起，被他掐着腰压在床上时，江鱼就知道今晚又注定是个不眠夜了。经过萧令周半宿努力，江鱼总算是将自己说过的放浪害言给记起来了。阿鱼，你会一直爱我的，对吗？他声音很轻，似自言自语，又似想从他那儿得到一个肯定答复。江鱼被他折腾的眼皮子都掀不开，困得恨不得与床融为一体。赶紧睡，别闹我了。他抿唇笑了笑，将薄被往上拉，盖住他身上暧昧痕迹。不闹你，睡吧。几十年虽长，但他相信他会一直爱他，他亦会一直爱他。萧令周生辰这日，江鱼自个做的米酒总算是能喝了。他兴高采烈地倒一杯，喝得太急，呛得连连咳嗽。慢些，这米酒到底沾了个酒字，你那点酒量还敢这么喝？没加糖的米酒怎么这么呛人啊？他小时候喝过几次米酒，长大后才知道每次都是加糖加水稀释过的。望着桌上的米酒，他又想起了那2张逝去的面容，心底不禁泛起丝丝缕缕酸涩。一转眼都10年了，他们或许已经转世投胎了吧。这米酒放的酒都快赶上酒坊酿制酒的烈性了，你不善饮酒，还是少喝为好。今日你生辰，我就喝2杯，不为过吧？那我得看着，不能让你贪杯呀。我像是贪杯的人吗？过生辰人多才热闹，要不把村长2口子和李婶祖孙都叫过来。还是青青的心思细腻，便按你说的做吧。刚好晚些时候我要去一趟村长家，顺带叫他们一起来。你去村长家做什么？我仔细考虑了下，当教书先生总归不是长久之计，打算向村长辞教，去做点别的营生。你意思是要离开张家村？我来张家村本就只是暂住个1年半载，那位赴京赶考因路上耽搁的先生已经回来。你前些日子不是说想开间铺子吗？我听闻京中繁华，商贾云集，是个不错的去处，我们便去京城吧。你之前劝我不做胭脂生意了，是不是那时就做好了离开的打算了？亲亲不想随我一起走？江鱼心底划过晦涩，他什么都安排好了，甚至自作主张替他做好了决定，却从没和他商量过一句，也没问过他愿不愿意。就算到了要离开的节骨眼上，还在说谎骗他。什么京城繁华，商贾云集，都是他为自己找的借口。将他怅然神情看在眼中，萧令周以为他在为要离开的事伤神，握住他手安抚。莫怕，
有我在，无论去哪儿，我都会安排好所有的事，定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呸呸呸！不让我受半点委屈，我现在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真跟他去了京城，他是高高在上的王爷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他3妻4妾左拥右抱，我就是再委屈都得受着。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相信你。反正还有4天他就溜之大吉了，谁爱跟他去京城谁去。夜尽竹林，墨色梢头缀着碎银般月光，风过处夜影簌簌落在地面上。萧令州喂完姜墨，将他赶去睡觉，才进了寝居。今日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厨房收拾完了？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交给令妻就行了。姜墨呢？没过了，已经回他窝睡下了。吃完了就睡，他那身肉什么时候才能瘦下来？青青何须为他烦忧？狗的寿命不过10来年，只要不危及性命，他胖点也没什么不好。我没嫌弃他胖，我只是怕他太胖了，出门被人惦记上。村里人都知道他是我们养的，无人敢动他。村里人肯定不会，但不排除村外的人。就前2天，村里郑大娘家的狗被路过的人盯上，等找到的时候，就剩下一堆骨头了。你看姜墨才5个月大，就胖成了球，谁看到他那身肉不馋啊？青青说的在理，回头我就将他关在家里，不让他再出门乱跑。当初我们捡到他的时候，他那么小，眼睛都没睁开，一晃眼都半年了，时间过得还真是快啊。江鱼长睫微垂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我不在的这几天，你要带我好好照顾姜墨。他是青青与我一同养的，我自是会照顾好他。萧令州自然而然理解为他要去城里3天，放心不下姜墨，进而叮嘱他：不早了，歇息吧。等一下，他打开梳妆台抽屉，从里拿出一个精致锦盒，把手给我。虽不知他要做什么，他还是半蹲下身子，乖乖伸出了手。看到他拿出雕刻着精美纹饰的银镯套他手腕上，这是送你的生辰礼物。这瞧着像是一对儿。你是长了火眼金睛吗？这都看出来了，确实是一对儿，你我各一只。见他将银镯退下，套到左手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瞧，你戴右手，我戴左手，牵手的时候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一对儿了。幼稚。青青费心了，这生辰礼物我很喜欢。你不嫌我送的礼不够贵重？怎会，礼重在心意，今生得遇亲亲，便是上天与我最贵重的礼物。于我而言，你送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哪怕亲亲只是送我路边的野草，我亦心悦意肠。江鱼原本还有些感动的，可听他一口一个青青，就没有来的心情烦躁。他犹豫了会儿，问出自己一直以来想问的问题：你为何总是叫我青青？你不喜欢我这么叫你吗？我就想知道理由。因为你是我娘子，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是我此生都想携手白头的人，我想这么叫你。只是因为这样？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就好奇问问。你要不喜欢我唤你青青，那我以后就唤你娘子。算了，你还是像原来那样叫我吧。亲亲说什么便是什么，为夫都听你的。良辰美景不可负，今夜青青可愿与我共赴极乐？不愿，礼物已经送了，其他的你想都别想，今夜乖乖睡觉。他话落，腕上骤然一紧。真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被青青那啥的感觉。变态啊！谁喜欢被干啊？要不下次吧，我身子有些不舒服。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？许是月是要来了，以往都是迟1-2日就来了，这个月好像推迟了5-6日了。不会是？不可能的，和萧令州成亲半年多了都没有怀孕，怎么可能这个节骨眼上有了？那你好好歇着，趁炉火未熄，我去给你熬碗红糖水来。江鱼此刻满怀心事，敷衍的点点头。因着月信推迟一事，江鱼一连2晚都没睡好，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。江墨叼着自己的狗骨头围在他脚边来回转，尾巴摇个不停，都激不起他一点热情。他不懂人的感情，却能感觉到江鱼不开心，试图用自己的法子讨他欢心。萧令州端着热粥从厨房出来，见江鱼懒洋洋合着眼躺在摇椅上。肚子还疼吗？要不要我替你揉揉？没什么大碍，来2天就过去了。你早上什么都没吃，把粥喝了。我不想吃。不吃怎么能行？听话，把粥喝了。待会儿我想去趟城里。都快50了，你去城里做什么？我们不是要去京城了吗？我想着到时候花钱的地方多，就想把自个儿配制的胭脂方子卖了换点钱。上次去城里，我把方子给忘在家里了。
答应了胭脂铺老板今日送去，总不好言而无信吧？这种小事何必亲自去？告诉令妻地址，让他跑一趟就是了。这怎么行？除了送胭脂方子，其实我还有件别的事。别的事？我们成亲这么久都没孩子，我想会不会是我身体有什么问题？顺带找大夫给我瞧瞧。闻言，萧令周心口微颤，眸光闪烁了下。他因中毒服用了避子药，这事他并不知晓。纠结再三，他还是打算以后再告诉他真相。不必去看了，你的身子没问题。我没和你开玩笑，要是你我都正常，我的肚子怎么会半年了都没有动静？我之前去成州卖胭脂，路过一家医馆，专治这方面的疑难杂症。要不今日你便陪我一起去瞧瞧。青青与我都还年轻，孩子的事急不得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我不想听这些，你不去就让令妻陪我走一趟。你要去便去吧，早去早回。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我省的。有正当理由，江瑜都不用逼着令妻。将方子卖给胭脂铺老板后，两人来到季春堂。你在外面等我，我很快出来。属下就守在门口，夫人有事就唤一声。知道了。人已踏入了医馆。大夫，我身体没什么事吧？姑娘身子没大碍，就是近来焦虑过度，造成了食欲不振。照这方子抓药，每日喝2次，放宽心神，静养几日就好。当真？老夫行医20余载，不会把错脉。我这个月月事迟不来，是何缘故？女子体质本就阴寒，姑娘越是你贪娘，早晨去血淋滞，这才导致月性有所推迟。姑娘要想月是你少遭罪啊，便要牢记少吃生冷食物，少久坐，少焦躁。我记下了，多谢大夫。知道没有怀孕，江瑜心情畅快地敷了枕巾，拿着药方离开了。夫人，我有些累了，你替我去抓下药。是。回到张家村就一字不漏禀告了萧令周。夫人当真开的是助孕之药？属下亲耳听到药童所说，做不得假。知道了，后日夫人便要去城里，本王不宜露面，须得你陪夫人去，该怎么做可需要本王提醒。王爷放心，属下定寸步不离，保护好夫人。萧令周挥挥手，他兀自退出房间。浓稠夜色中，风吹竹叶发出簌簌声。萧令周盯着腕上镯子，深邃眸底蕴着化不开的柔色。从县城回来的当夜，江瑜来了月事，他激动地将如来佛祖、观音菩萨、太上老君全谢了个遍。一日晃眼而过，因着这日就要离开，天未亮他就没了睡意，索性起床收拾包袱。今日怎起这般早？怎么，难不成我还不能早起了？他没好气地坐到床沿。自是能，亲亲想几时起就几时起，无人敢说你。我一去就是3日，你照顾好自己。我会的。厨房的柜子里有我做的南瓜饼，你要是想我了，每日就吃2个，不许多吃。好。还有，莫要给姜墨喂太多，要是又胖了，我回来唯你是问。我只能听亲亲的话，给他少喂点，长不长胖可不能保证。你莫要拿话堵我，反正胖了就是你的责任。亲亲说的是，我定看好他，不让他溜进厨房偷吃，也不让他跑出去乱吃。要是胖了，亲亲回来想怎么罚我都可以。别闹，快起床洗漱，吃完招食，我和令妻就该出发了。第一次分开这么长时间，亲亲舍得我？我会想你，我也会想亲亲。吃完招食，收拾妥当，萧令周送江瑜到村口，他将脖子上双玉佩取下来。这玉佩太过贵重，我怕不小心弄丢了，你替我保管几天，等回来了你再还我。想到那次刺客就是被这双玉佩引来的，萧令周心想，他收着也好。路上注意安全，别忘了我和你说的话。没忘，每个字都记得。我走了，此去再也不见了。在他转过身刹那，萧令周拉住他手。阿瑜，我在家等着你回来。江瑜脚下步子一顿，回眸就见他浅浅笑着。好。他头也不回走向等待的牛车。他不会回来了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他们之间隔着鸿沟般距离，这辈子就到此为止了。他千好万好，可终究不是他的良人。3日后，令妻在客栈床上醒来，捂着昏沉的脑袋，他缓缓坐起身，看了眼身下的床榻，他想不通自己怎么睡着了。不好！
他直奔江宇所在房间。然而人去房空，他顿感如遭雷击，步子慌急地向外跑去，随手抓过一个小二问：这房间里的人呢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什么人啊？一走就是3天，也不说清楚，害我被掌柜骂。你是说这房间里的人3天前就走了？是啊。令七一把甩开他，脚下生风走了。他得赶紧通知主子。令七，谢金兰先认出了他，翻身下马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王爷不是派你去保护夫人了吗？谢大人，踌躇少许，他将经过一五一十说来。恳请大人帮忙寻找夫人。令七这就回去向王爷请罪。王爷可以知晓此事。1个时辰前，我飞鸽传书给王爷了，具体情况未知。不对，按时间算，昨日你本该护送夫人回到了张家村，但你们没有回去。以王爷对夫人的在意程度，定然早已派暗卫来城中探明情况，怎么可能等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作？谢大人，您的意思是王爷出事了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赶紧上马，随我去张家村。萧令州脑袋昏沉醒来。王爷，您总算醒了。你怎在此？王爷恕罪，下官担心您的安危，是才违令而来。担心本王安危？王爷，李大夫给您把脉，说您中了曼陀罗，以致昏睡了2日。曼陀罗？萧令州眉心拧起，他这几日一直在家，未曾接触过外人，怎么会中曼陀罗？倏地，他脑海中闪过吃的南瓜饼。难道是？不可能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立马否定了。阿鱼那么爱他，怎么可能会给他下药？可查到下药之人？这药许是夫人给您下的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下官不敢妄言，实在是4天前夫人给令七也下了此毒。萧令州五指骤然收紧，脑中隐隐浮现一个不好念头。在王爷昏睡期间，下官派人查过，夫人假借参加斗庄赛之名，在客栈给令七下了曼陀罗，然后便不见了踪迹。真真切切听到不愿听到的话，萧令州原本微抿的唇线瞬间绷成冷硬的直线，眼底翻涌的怒意几乎要冲破克制。他实在不愿信，在他面前乖巧可人的江鱼会逃跑。好极了，想来啊，他是知道了些什么。他竟被他给骗过去了。令七呢？他自知失职，一直在院内跪着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进屋后，令七仙袍跪下，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是属下忽于职守，给了夫人逃跑之机，还请王爷责罚。你跟在夫人身边多久了？近1个月。这么久，你都未发觉夫人在蓄谋逃跑一事？属下该死。本王没空在这儿与你虚耗时间，念在这1个月你护夫人有功分上，去找令一领50水鞭，若能找回夫人，便算你彻底将功折过；若不能，你知道规矩。谢王爷。王爷，下官已将豫州城中赵太守的暗桩拔除，知州也换成了自己人。下面的人查到夫人是4天前晚上出的城，出城后距离最近的只有荆州、湖州、齐州。下官第一时间通知了此3州知府，只要夫人露面，就立即将其扣下回信。赵太后和小皇帝的眼线颇多，为了夫人安全，最好换个名义寻人稳妥些。依王爷之见，多派些人手在豫州和附近的几州张贴抓捕告示，就写夫人是偷盗本王贴身玉佩的贼人，凡提供有用线索者得赏银5两，将其押送至官府者得赏银5000，前提是保证人毫发无损，本王要亲自审人。还是王爷考虑周全，下官稍后就去办。李大夫说王爷的毒已经彻底解了，可是要现在启程去往知州府等待消息。本王哪儿都不去，你且去将本王交代之事做好，旁的不用你管。是。走前，谢金兰留了4名护卫在竹林小院。崔玲挎着菜篮子路过，刚好看到谢金兰从院内出来，她急忙躲到树后，望着男子离去的轻挺背影，她越发坚信江鱼说的萧令州身份不凡。什么人？她头皮一紧，想也未想，拔腿就跑。护卫飞身而起，一掌将他击倒在地。寝居内，萧令州攥着江鱼还给他的双玉佩，深如寒潭的眼底蕴着怒色。禀王爷，小的等人在院外抓到一名鬼鬼祟祟、名叫崔玲的女子，要如何处置？杀了吧。是。不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聒噪。禀话的护卫怕扰到萧令州清静，拔剑出鞘，快步走向他。
江鱼骗了我100两，我只是想要回来要钱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别杀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寝具门打开，萧令洲一袭月白长袍立于门前。等等，正欲动手的护卫收回剑，向他拱手行礼。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就村里第1天修桥的那日，江鱼主动找我，说只要我给他100两，就可以把先生您上给我，还将先生的一切喜好都告诉我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绝对没有一个瑕疵。先生饶命，先生饶命啊！接着说。是。崔玲不敢再有所保留，将他和江鱼的交易1五1十全部说了出来。先生，是我心比天高，是我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，还请先生看在我都交代了的份上，饶我一命。放过你？先前若不是怕吓到江鱼，你以为凭你那些言行手段，本王会容忍你活到现在吗？萧令洲是王爷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想死。先生，我手上有江鱼的一样贴身之物，只要先生放过我，我愿意奉上。萧令洲没说话，无甚表情的模样冷情的出奇。东西是江鱼，不是江姐姐给我的，她说是她从家乡带过来的，独一无二，世上仅有此一个。她家乡之物？是，江姐姐是这么说的。交出东西，本王可以饶你一命。东西太过贵重，我放在家中了，还请先生遣人随我去一趟。你最好说的是真的，要是见不到东西，本王会让你的家人与你黄泉路上作伴。是。半刻钟后，萧令洲从面色苍白惶恐的翠玲手中拾过海绵宝宝挂件，看到的一瞬，他就确定是江鱼的东西，也更加确定了他早已知晓他真实身份的事。想来想去，只可能是刺客闯到竹林小院来的那晚。关于江鱼，你知道多少？他家乡在何处？时至今日，他才骤然发觉他对江鱼了解的太少了，只知他无父无母，在这世上无一亲友，却对他其他过往都不甚清楚。江姐姐是2年前来的张家村，听村里人说她的父母早亡，是在邻居婶子一家照顾下长大的。后来邻居婶子一家搬走，她跟着人学了做胭脂的本事，做起了胭脂生意。她因家乡闹了灾荒，生意不景气，就来了豫州。路过我们村子时，看环境不错，就使了银子让村长去官府给她办了住籍，就在这儿住了下来。胆战心惊，去了眼神色不明的萧令洲，他紧张地攥紧了冒汗的手。我就只知道这些了。至于江姐姐的家乡，她只字未跟村里人提过，所以我也不清楚。今日只是烂在肚子里，胆敢泄露一字，本王有100种办法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民女明白，多谢先生开恩。崔玲僵着身子磕了几记响头，心中骤舒一口气，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。寝居内，萧令洲凝着手中挂件，眸色深沉。来人！护卫推门而入。王爷有何吩咐？将此物交给谢金兰，让他顺着此物查一下夫人过往，有消息立马回禀本王。护卫恭敬上前接过他手中挂件。是。崔玲的话虽没有过多有用信息，但给他提供了寻人思路。之前他看到江鱼握着这挂件流露出怀念之色，想来是在思念故乡。他既逃了，肯定会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。那挂件造型独特，极具辨识度，循着它去找，定能很快找到人。萧令洲看向床头小鸡，上面放着打开的匣子，里面银票不知所踪，只静静躺着一封信。想到了什么，他唇边牵起一抹弧度，他的轻轻当真好算计，深知他信任他，一定会吃他做的南瓜饼，就在其中下慢性曼陀罗，令他在他回来的前一天陷入昏睡，争取逃跑时间。一桩桩一件件，他都算准了他心思。他之前怎么就没发现他心眼如此之多？别的他可以不计较，但他竟敢将他以100两卖给别的女人。待将人抓回，定要好好审问审问。接到萧令洲命令，谢金兰马不停蹄派暗探去查江鱼过往，可2日下来，查到的只有他来豫州的这2年信息，其余的一片空白。大昭对人口流动管控颇严，但凡在官府登记过，都会留下信息。王爷的这位夫人怎么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？大人，王爷请您去一趟张家村。
再度迈入竹林小院，谢金兰心中多了几分忐忑。下官参见王爷。他离开前叮嘱我要照顾好你，你不吃饭，他回来定会怪我。江默无精打采地趴在窝里，平日里摇得最欢的尾巴耷拉着。王爷恕罪，下官让人查了出城登记名册，发现夫人出城用的都是假录音。说着，他从袖中拿出一张纸条，这是夫人让人办假录音写的要求。他倒是机敏，名字出留白，除了他自己，谁都不知道他录音上用的哪个名字。你写给本王的密信，本王看了，这事守口如瓶，除了本王，不得让第三人知道。下官明白。今日叫你来是有别的事情，本王久不在京城，赵太后和小皇帝越发坐不住了。苏将军是武将，这心思不如你缜密。温丞相年迈，无法再担起大任，本王恐要在豫州再待些时日，以防朝堂起乱，须得由你回去再坐镇一段时间。您欲将夫人找回的心情，下官理解。京中早就流言四起，您要再不归京，便是我等也挡不住有心之人的攻讦。大局为重，还请王爷回京。本王虽不在京中，但还不至于眼盲心瞎。你劝本王回京，是为了稳定朝局，还是掺杂了个人私心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苏家世代为将，苏小姐亦是巾帼不让须眉，联姻一事于王爷于昭国皆是百利而无一害，婚事一拖再拖，实非明智之举。你这话是在为苏月清鸣不平？下官所述皆是肺腑之言。谢金兰，你那么喜欢他，为何还要将他推给本王呢？苏小姐喜欢的从来都不是我，又何来我将她推给王爷一说？就算她不与王爷联姻，亦会嫁给那个人，不是吗？在本王手底下做事这么多年，谢大人还是如此正直啊。王爷位高权重，若夫人不爱你，您当真舍得用强制手段将她困在身边？本王与你和苏月清不一样，他的青青不可能不爱他，他逃跑只是被他吓到，对他产生了误会而已。等找到他，他会和他解释清楚。若喜欢，便是用强制手段又如何呢？强扭的瓜甜不甜，只有尝过才知道。感情之事怎可强制？你回去吧，回京之事容本王再考虑考虑。下官这就去加派人手寻找夫人。1个月后，豫州城外土地破庙。喂，死没死？没死的话，赶紧起来滚一边去！这位置老子要了。这狗老天真是越来越冷了，你们俩赶紧把火烧起来，煮点热汤。好的，大哥。火光驱散了破庙里大半冷气，被赶走蜷缩在角落的陆怀旭虚弱地睁开眼，看到3名乞丐喝着热汤，吃着干饼，他蠕动干裂的唇，艰难地咽了口唾沫。他来豫州寻亲，不成想被人骗光了身上银钱，还毒打一顿丢到了这破庙里。大哥，老樊，那小子直勾勾看着咱们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可别让他把咱们食物给偷了。哼，他敢，老子打不死他。柴老三也就是江鱼没滋没味地咬了口饼，心想这又干又硬的饼有啥好偷的，他都要吃吐了。萧令周那个狗东西居然说他偷了他玉佩，下令抓捕他。老三，把剩下饼子收起来，留着下顿吃。知道了，大哥。行了，都早点睡吧，明儿个还要去城门口乞讨呢。柴老大就着破席子一躺，翘起二郎腿开始碎碎念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抓捕女贼的事儿啥时候告一段落，这都1个月了，再不解禁，老子要饭的地盘要是被二狗子那混蛋玩意儿抢走了可咋整？大哥呀，天冷，进去点，咱俩挤挤。老二，你他娘的也太臭了，滚边上自个儿睡去。大哥，你这话就过分了，你自己不也臭吗？还有三弟，他更臭，不信你去闻闻。有关他什么事？他每天都有偷偷洗澡，臭是因为衣裳上被他涂了臭牡丹的汁液，他才没那么邋遢。得，老子要睡了，哪儿暖和你上哪儿待着去。老樊，以后冬天就咱俩一起睡，某些人别到时候冻得受不了求我们。无人理他，柴老二自顾自寻了个舒服的地躺下。哎呀，等上头下了解禁令，管得不严了，就又可以混进城去乞讨了，真好啊！又是吃饱活着的一天，相信有大哥和老三在，以后都不用饿肚子了。合着是打算啃我跟柴老大了？看了眼陆怀旭方向，他双手环胸靠在石柱子上合上眼，
月沉如水，柴火燃烧的噼里啪啦声在破庙内回荡。他循声看去，凭借火光大概看清了陆怀旭相貌，五官端正，好像还挺好看的。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他恨不得跪下来给自己两耳刮子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居然还在欣赏美色。听着一声声咳嗽传来，他不禁心生涟漪。喝水吗？多谢。看你穿着不是乞丐，怎么会伤成这样躺在破庙里？陆怀旭靠着石像底座，很是羞愧地将自己经历说来。听完，江宇只觉这人白长了张好看的脸，也太不懂世道险恶了。第一次出远门，小兄弟怎知？小兄弟。江宇低头看了眼自己穿着，差点忘了他现在在外人眼中是名蓬头垢面的男乞丐。因为你的眼神有种清澈的愚蠢。这话算骂我还是夸我？你钱财和路引都没了，打算怎么办？从豫州去往南疆有条路不需要路引，我打算等伤好了，跟着行商的车队去那儿找份活计。江宇脑中一闪，他怎么把这地方给忘了？我是跟着我娘逃难来的豫州，只是逃到半路他没熬住死了。临终前他交代我去南疆找我爹，可是我路都不认识，又没钱，就只能在这靠乞讨过活。我娘要是知道我没去找我爹，怕是在九泉之下都不会安心瞑目。小兄弟，要不你随我一起走吧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陆某虽身陷困境，但也知知恩图报的道理。小兄弟与我有恩，此行带上你，也算是还了你一点恩情啊。对了，在下陆怀旭，敢问小兄弟如何称呼？叫我柴三就行。柴三兄弟，以后还请多加关照。好说好说，大家互相关照，互相关照。这人怪单纯正直的了，他说啥都信，比萧令州好骗多了。接下来几日，江宇每日都会悄悄给陆怀旭2个饼，对他也有了具体了解。柴三兄弟，这几日多谢你照顾，还给我送吃的，怀旭来日定当报答你的大恩。你要真想报恩，就赶紧好起来，我还得靠你带我去南疆找我爹呢。好。半个月后，豫州城外偏僻小道上，老范，你就不能不走吗？是啊，你说这要饭要的好好的，干嘛要走？有大哥和二哥在，你还怕去城里要饭，别人敢欺负你不成？老三啊，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个地方干啥活呀？我听说南疆比咱们豫州还穷，你要到了那儿，你要不着饭咋整啊？大哥二哥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运气那么好，一定能找着我爹，到时候我给你们写信报平安。老三，你要走就走吧，写信的事儿就算了，咱当乞丐的又不识字儿，费那个钱干啥？你好好活着就行。我和大哥就在豫州，你要是在南疆混不下去，就回来找我们啊！只要我们有一口吃的，就少不了你一口吃的。大哥二哥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别送了，回去吧。哎，大哥二哥，要饭总归不是长久之计，我在破庙的神像后留了点这些年要饭的积蓄，你们拿着那钱做点别的营生，总好过要饭。说完这话，不等两人反应，他转身快步向不远处等他的陆怀旭走去。走吧。之前看他们凶巴巴的，没想到对柴三兄弟这么好。当乞丐要是不凶一点，是活不下去的。他们只对外人凶，对自己人好的没话说。我知道这半个多月他们对我都是恶语相向的，但你将食物分给我，他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说明心肠是好的。陆兄能用心看人，而非表面，难得啊。柴三兄过誉了，我虽阅人少，可以分得清好人和坏人，当然骗子除外。破庙内，柴老大和柴老二看着眼前的银票，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震惊。大哥，我在做梦啊，对不对？被一巴掌扇懵的柴老二委屈地问：大哥，你打我干啥呀？疼不疼？疼。疼就对了。柴老大兴奋地把银票揣怀里。说明咱们没做梦，是真的，这钱是真的。老二，咱们发达了。大哥，你说老三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他不是逃荒来豫州的吗？对呀，难不成他骗了咱们？两人想来想去也想不通老三为啥要骗他们，索性直接不想了。老二，老三说的对，要饭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对，老三给咱们留了这么多钱，咱们不能辜负他的期望，定要做一番成就来。大哥，关键是除了做乞丐，咱们好像也不会做别的呀。你个憨货，谁生下来是啥都会的？
不会不可以学吗？柴老二悻悻闭嘴，大哥说的都对，老三说的都对，他只需要服从就行。商队连赶3、4日路，这晚终于在一处林子里停下休整，坐在石头上。江鱼闻了闻自己衣裳，熏得两眼一黑。柴三兄，你找什么呢？我想去方便一下。天黑不安全，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他一个大男人跟着，他还怎么方便？我去就来。2刻钟后，换了身衣裳，浑身清爽的江鱼回来，洗洗舒服多了。再走1日就进入南疆地界了，他前后差异太大，站在陆怀旭面前，他都没认出来。你是？陆兄，是我，换了身衣裳就不认识了。啊，柴三兄？是我，明日就到南疆了，你打算去往何处？哦，我现在四海为家，去哪儿都行。挺好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柴三兄打算去找你爹？我反正也不确定去哪儿，不如和柴三兄搭个伴儿。行啊，不过说好，我可不包饭了。啊，欠柴三兄的我会还上。翌日，江鱼在呼喊声中睁开眼。别睡了，别睡了，到地方了。他活动了下身体，跳下车打量周围环境。距离南疆城还有2、3里路，他们不便带着我们，只能在这个村子下了。我本就不打算进城，在这儿下也挺好。昨夜天太黑，陆怀旭没看清他样貌，现在一瞧，发现他除了皮肤蜡黄和黑了点，五官精致小巧，很是秀气。柴三兄，那我们还走吗？先在村里看看再说。2人没走多久，遇到了一名赶牛的老丈，从他口中得知这里名为下河村，属于南疆城直接管辖范围。老丈，我们是来南疆寻人的，赶路赶了好几天了，想问问你们村里可有歇脚的地方？啊，你们顺着这条路只走半刻钟，右边位置有家客舍，专门为赶路的人开的。谢过老丈，2人沿着他指的方向来到客舍。客舍简陋，没法洗澡。江鱼跟小二要了热水擦洗身子，等擦洗完，肚子早已饥肠辘辘。他下楼准备要点吃的，看到陆怀旭要了饭菜在等他，看着一桌饭菜，他面露诧异：“你哪儿来的钱？”哦，我帮人搬货挣的，猜你应该饿了，就点了几道菜。江鱼毫无心理负担坐下，吃完饭睡了2个月来最舒服的一次觉。江鱼找了个小二打听南疆城中的情况，得知城中没有抓捕女贼的告示，他松了口气。南疆最偏远的村子往哪走？客官，旁人都是往富庶的地方走，你怎的还反着来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说就是。要说南疆最偏远的村子，当属西北边的星河村了。那村子与燕州接壤，3面环山，官府的人下达朝廷命令都不想去，主要是那路太难走了，去距离最近的镇坐马车得4、5个时辰，穷的那叫一个稳定，基本上没有外乡人愿意去那儿。小二说了那么多，江鱼只听到官府的人都不想去几个字，这村子可太适合他了。打定主意，当天晚上他就去和陆怀旭道别。柴三兄，你当真决定一个人走？陆兄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我既打听到了我爹的下落，接下来的路程就不用麻烦你了。好吧，柴三兄既然已经不需要我了，就此别过也好。等我在南疆站稳脚跟，再去找柴三兄报答这些时日的恩情。那我等陆兄大驾光临。与陆怀旭分别后，江鱼雇了辆马车去往星河村，陆怀旭则是去了南疆城。再见到陆怀旭是在分开后的第7个月，邻居牛婶子敲响院门时，江鱼正在晾晒清洗的桃花。柴玲子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江鱼擦干净手，回眸看去，一抹青色衣袍映入眼帘。陆兄。牛婶子看2人真认识，那你们聊，老婆子我就先走了。陆怀旭看着眼前花颜月貌、身姿窈窕的女子，震惊了许久才回神。柴兄，你是女子？此前多有不便，才扮作男乞模样，陆兄莫怪。直到坐在木桌旁，陆怀旭心中仍无法将他与7个月前认识的柴三联系在一起。陆兄一直看着我做什么？柴兄，不，柴姑娘，你当初为何要扮成乞丐啊？陆兄以为我要是以现在这副模样在外行走，还能平安到南疆吗？那姑娘可找到你爹了？陆兄不必如此生分，我叫江鱼，你以后喊我名字就好。江鱼，这是姑娘的真名？是真名，先前因与人结了怨，怕被报复，才用了假名来了南疆，骗陆兄是我的不是，说到底我也是情非得已，还请陆兄见谅。你的意思是找你爹也是假的？是，陆兄既找来了星河村，便知此处有多偏僻，我就是怕被仇家找到，才躲到了这儿。姑娘愿意将这些告诉我，说明是信任我，我定守口如瓶，不会将姑娘的事情说出去的。
多谢陆兄。你以后叫我陆大哥就好。江鱼兴起，问了他这半年多来的经历，方知他走遍了大半个南疆，算是挣了一笔可观收入。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图安稳，他也不例外。此次来看他是其一，其次是想在星河村置2亩地，买2间屋子常住下来。陆大哥，星河村偏僻，你要是想在这儿定居，我其实并不建议。我知道，可我不想去其他地方。隔壁牛婶家有2间屋子要卖，你要是想买，明日我去帮你问问。至于买地要复杂些，得去找村长问问才清楚有哪家要卖，要是没有，可就得慢慢等了。地的事我不急，来的时候当你是男子，同处屋檐下也没什么。既知你是女子，我便不宜在你这过夜了。也是，要不你现在就随我去牛婶家谈谈买房子的事。陆怀旭欣然答应，晃眼间蝉鸣漫过竹篱笆，兰草也结了细碎的籽。江鱼瞥见墙角菊开得正好，捡了几枝插入小瓷瓶，正托腮拨弄花朵。在家门都不关，也不怕贼人闯入，把你这美娇娘掳走了。贼人我没看见，倒是看见了小木匠一个。陆怀旭将手中包袱放木桌上，还好你今日没去街会摆摊卖胭脂。拆开包袱，看到整齐摆放的崭新喜服。发生何事了？也不知道是官府哪根筋不对了，突然就开始对商贩进行登记管理了，尤其是卖胭脂的。江鱼眉心一跳，指尖骤然僵了下，他不敢深想。喜服我瞧过了，应该合身。要不要试一下？要是尺寸不合适，我拿去改改。那你等我一会儿。合上门，将包袱放床上后，江鱼心底莫名涌现不安。这半年，在与陆怀旭日渐相处中，他慢慢放下了过去。在他说心悦于他，想和他共度一生时，他没拒绝。男子尚可3妻4妾，他不觉得自己改嫁是件丢人的事。眼下和陆怀旭还有3日就要成亲，他着实不想出现任何的意外。阿鱼，可好了？马上，你再等等。许说想多了，萧令州这个时候估计娇妻美眷在怀，好不惬意，又怎会再追捕我这个逃跑1年的前妻呢？不再多想，他快速换上喜服出去。阿鱼，你穿上这身衣裳真好看。小木匠，快把你那口水收收，要掉下来了。陆怀旭下意识擦了下嘴角，发现什么都没有，这才反应过来被他戏耍了。这都多少次了，还这般害羞？成亲了可如何是好啊？趁现在，让姐姐多给你治治这害羞的毛病。抬起头来，让姐姐瞧瞧你脸有多红。我没害羞。真的吗？你要是看着我的眼睛说这话，我还信。可你连看都不敢看我，还说没害羞。陆怀旭也想问自己为何不敢看他，明明他们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以后就是这世间最亲密无间的人，但他内心总有种不真实感。喜服瞧着很合身，看来不必改了。成亲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也是该装扮起来了，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。听你的。京城摄政王府揽月楼廊下，男子墨发未束，支着单膝倚靠在柱上。自从1年前回来，他就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劝我爹答应结束婚约，以性命作保，将苏家压在他身上。他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苏小姐稍安勿躁，王爷为情所伤，我们总得让她宣泄一下。哼，要我说，那女子跑得好，萧令州除了1张脸一无是处，是个人都受不了他这冷厉无情的煞神。人跑了才装深情，早干嘛去了？换作是我被骗，我也跑。苏小姐，少说2句吧。找了1年都没找到人，你这话不是在扎王爷心窝子吗？被他听到了，你倒是无所谓，本官可就要倒霉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反正婚事解除了，本小姐懒得在这儿看他伤春悲秋，明日还得训兵，我先走了。目送他远去，谢金兰眼底笑意尚未褪去，护卫走到他身边，附耳说了什么。消息可真？按探查到的，不会假。下去吧。是。萧令州侧眸，阴色冷冽。还是没消息。这1年里，他已经无数次听到令人失望的话了，但每次都要不死心一问。回王爷，刚刚暗探传来消息，已找到夫人。人在哪儿？看着布满红绸，处处都透着喜气的房间，江于心总算是落在了实处。逆着光影，又隔着红盖头，他看不清他的脸。他没有走上前，而是站在了离他足有半米距离处。陆怀旭，是你吗？他耐着性子又问了一遍，依旧死一般的静寂。你话不说，盖头不接，到底何意？是嫌他成过亲，
后悔娶她了吗？就算是这样，他也不该如此晾着她。他不是个喜欢勉强别人的人，他既后悔，便是这个时候与他说清楚，大家好聚好散就是，没必要闹得太难堪。许是感受到了他话中不满，他终于挪动步子来到了他跟前，未等他反应，头上盖头一下便被揭了去。一抬头，映入眼帘的却是萧令周那张冷沉骇人面容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下意识想逃，萧令周高大身影拦住他去路，将他逼得瘫坐回了床上。他掐住他下颌，嘴角牵起冷厉弧度。夫人，当真让为夫好找啊！你是谁？我夫君呢？夫君。他目光淡淡扫过他身上大红喜服，眼中醋意翻涌，极度的发狂。1年未见，一见面，夫人就送了为夫这么大的一个惊喜，真是让为夫意外呀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认错人了，快放手！亲亲真不乖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装傻？你以为我还会和从前一样信你的鬼话吗？今夜他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他此刻怕是早和那个野男人入洞房了。阿宇，便是你化成灰，我都认得。你放手，我真的不认识你，我也不是什么阿宇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只需回答我，你是不是江宇？是不是我的夫人？不是。哼，亲亲这么着急回答做什么？为夫先带你出去见一个人，见了他，你再答也不迟。说罢，他强行拽着他出了房间。谢金兰一身浅蓝长袍自中间走了出来。方才的问题该怎么回答？还需要我提醒亲亲吗？江瑜心如死灰，掩在大红喜服下的手指甲陷进掌心中。他知道他逃不掉了。放过他。理由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为难他。萧令周望向一身大红喜服，被士兵扣押着跪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陆怀旭。亲亲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还想我怎样？江瑜怒视他，眼中隐有泪光闪烁。就非得逼他亲口承认他才开心吗？就是这样的，在我面前，亲亲本该就是喜怒哀乐不藏于色的。你想如何大可冲我一个人来，不要祸及无辜。阿宇，你别管我！江瑜心中五味杂陈，他想挣开萧令周的手去和陆怀旭说两句话。不许去！我没立马杀他已是仁慈，你若再靠近他，他能不能活过今夜，我可不能保证。他咬着唇瓣，到底没那个勇气拿陆怀旭的性命去赌。萧令周看他情绪低落下来，给谢金兰递了个眼色，对方心领神会。压下去，严加看管。被甩在铺着大红被褥的床上，江瑜直接捞过被子将自己裹起来，只留一个背影给萧令周。当初为什么要跑？江瑜捂住耳朵。令妻还在水牢里，你要是不在乎她的死活，大可一辈子不开口。卑鄙无耻！江瑜疼得一下坐起身。你骗我在先，我不跑，等着跟你去京城做你的小妾之一吗？竹林那晚你都看见了。是，我都看见了，都听见了。谁能料到一个教书先生会是身份尊贵的王爷，连我这个枕边人都瞒得死死的。你京城那么多如花美眷，既有将门贵女当王妃，又有郡主追在身后跑，何该左拥右抱，好当你的快活王爷才是。不是你想的那。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，你何苦要将我拉入那个不属于我的圈子里去？彼此一拍两散，各生欢喜，不好吗？如今你我既已明身份，便敞开了说话。我想问问你，你唤我青青时，当真叫的是我，而非你京城那个未婚妻吗？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，还想诓我随你去京城，你让我如何信你啊？你隐瞒身份便罢了，有未婚妻一事也从没有告诉过我。你是金尊玉贵的王爷没错，但我江玉也不是捡破烂的，谁都要。你早说你有未婚妻，我绝不会撩拨你，更不会答应与你成亲。最主要的是，哪怕到了要离开张家村的关头，你都还要瞒着我。我想不明白，你要回京去娶别人了，我逃跑让位不是更如你的意吗？你为何还要纠缠不清，侦查我下落？在我看来，我不过就是给你了无生趣的人生中增添了一点趣味而已。去了京城也是靠你那点恩宠过活，开心了就逗弄一下，不开心了就弃如敝履，那样的日子从来就不是我江玉想要的。萧令周，你就不该来找我，不该来找我的。隐瞒身份与苏叶青的婚事是我过错，其他事我也可以慢慢解释，但青青就当真没有一点过错。我有什么错？
我错在不该认识你，不该撩拨你，不该嫁给你。亲亲与我是过了明媒的夫妻，在尚未合理情况下就擅自嫁了别人，还不算是做错了事。就准许你娶别人，不准我嫁别人啊！天下哪有这般道理啊！强词夺理。是，我就是强词夺理。你金贵，你说的话就是理。别哭了，我没娶别人。当初先帝驾崩前，赵皇后，也就是现在的赵太后事大，先帝怕幼帝登基外戚专权，就封我为摄政王。说是摄政，其实并没有给我过多实权，为的就是让我与赵太后互相制衡，好给幼帝成长的时间。当时我根本不是赵太后一党的对手，几次都被暗算，差点丢掉性命，并且一旦幼帝撞，我早晚要被卸磨杀驴。我不愿任人宰割，就找上了苏月卿。先帝在时便想除了功高盖主的苏家，临终时更是叮嘱幼帝不要忘了他的遗愿。苏家忠心耿耿，苏月卿不愿苏家最后落得个凄惨下场，就与我达成协议假联姻。他说服他父亲助我在朝中壮大势力，对付赵太后党羽，而相应的我要庇护苏家，并承诺有朝一日皇帝要对苏家出手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我与他之间从始至终都是一场利益交换，不存在感情，因而婚事才会一拖再拖。原本呢，我是想等你回去后就将这些事情告诉你，谁知你竟给我下药逃跑了。你说我该不该派人把你抓回去，好好折磨折磨？所以是我误会了，不对，既是假联姻，你为何要让你的人回信说婚事回京后再做商议？傻亲亲，虽然假联姻，但这事是我与苏月卿的交易，他父亲并不知。我那么说是为了稳住苏将军，好等回京再解除婚约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已将婚约解除了，别再因这件事和我赌气了。至于萧醉月，他父亲镇守南疆，自小就将他寄养在京中，算是托我照料一二。我鲜少与他接触，可以对天发誓，对他绝无男女之情，你信我？看他一脸信誓旦旦的样子，江宇委实辨不出真假。沉吟须臾，他重新裹进被子。我困了，想单独待着，你走吧。他现在脑子很乱，不想和他说话。就算没有苏月卿、萧醉月，以他的身份，还会有沈月卿、姚月卿、张醉月、吴醉月。身侧下线，他一扭头就对上一张风姿如玉面容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房间。我说想单独待着，他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当然知道这是亲亲的房间，我们是夫妻，不该睡一起。我不想和你睡。亲亲不想和我睡，想和谁睡？那个陆怀旭吗？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亲亲叫他夫君倒是叫得顺口，又与他朝夕相处近半年，当真对他没有半点动心。我没等把没有两字说出口，男子已将他压在了身下。亲亲最好想清楚再答，我不希望听到不想听的答案。威胁，赤裸裸的威胁。我发誓，绝对没对他动过心。没有动过心，这亲亲为何要嫁他？我以为你娶了别人，觉得他待人真诚，就答应嫁给他了。我就知道亲亲是爱我的。被他紧紧箍在怀里，江瑜望着床顶，重重松了口气。谁他爹的爱他？要不是他干不过他，何至于要如此卑微？亲亲与那野男人到了何种地步？什么都没发生。我指的不是这个。他来之前就查过，那个姓陆的并未与他住一起，两人没越过雷池，不然他早发疯把人凌迟了。他吻过亲亲吗？这是什么死亡问题啊？没有吻过，没有亲到唇，不算吻。是吗？没有亲亲强调什么？不是，你是语境分析师吗？这也能找茬？还有，你的手能不能别？真没有。亲亲再不乖一些，今夜就别想睡了。我再问一遍，他有吻过亲亲吗？就一次，只碰了下脸，不算亲的。手呢？他牵过亲亲的手吗？大老爷的，这也问？我要怎么答？毕竟就算是普通朋友，平常接触的时候也难免会碰到手。我和陆怀旭都到了婚嫁地步，平常怎么可能不拉拉手啊？几次？他没有牵过我的手。他没有牵亲亲，便是亲亲主动牵他了。我没有。厚重冰凉的触感传来，他视线上移，落在他皓白腕上戴着的金手镯上。那个野男人送的？不是。亲亲真是学坏了，都敢对我说谎了。这镯子分明是请人精心打制的，还刻有亲亲名字。我倒是不知亲亲何时舍得花钱打金镯了。亲亲不愿与我戴一对银镯，却喜欢戴他的金镯，
说明方才那些话都是诓骗我的。我没有。亲亲以后只准带我送的东西，这等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有多远就丢多远，听清楚了吗？金镯被他丢下了床，金叶本没打算碰他，但看到那金镯后，他心中醋意一股一股的往外涌，顷刻间就将他所有理智淹没了个干净。忍着做什么？怕那个野男人听到？你要不介意，我可以叫出来。亲亲这张利嘴还是这般惹人爱呀，但愿待会儿亲亲还能说得出话来。江鱼手臂滑落，尚未从余韵中回过神来，又被大力撞向床头。他恼羞成怒，瞪向罪魁祸首。他附在他耳畔说着下流的话，直将他听得面红耳赤。萧令周，这人简直是没法形容了。1年未见，他怎么变得如此不要脸啊？除了亲亲，我不想找别人，唯有如此才能一解对亲亲的思念之苦。只有闻着独属于亲亲的味道，我才能出来。呸！不要脸，下流无耻啊！我耳朵不干净啊，再也没法直视自己的天生异物了。江鱼不想知道，却真切地感受到了放肆过度的后果，就是他生生在床上躺了1天才缓过来。我命人去镇上买了亲亲爱吃的醉排骨，还做了莲子羹，起来尝尝。江鱼拽着被子往上提了提，背过身去。亲亲不吃饭不说话，到底想与我置气到什么时候？放了陆怀旭。他觊觎亲亲，我暂时还不能放了他。等亲亲随我到了京城，我自会让人把他放了。你敢对天起誓，你没有想杀他？是他将亲亲带来的南疆，让我与亲亲经历了1年的分别之苦，他该付出些代价。付出些代价是多大？废了陆怀旭双腿，还是悄无声息地将他杀了，再告诉我人已经放了？不是他带我来的南疆，是我以救命之恩要挟他带我来的。你要是不放了他，京城我不会去的。亲亲是在拿自己威胁我。王爷身份尊贵，又手握权柄，我一无权无势的小小商女，岂敢？我放了他，亲亲能保证好好吃饭吗？当真？绝不食言。我在此不宜久留，回京马车我已命人安排好，我们明日就启程。你安排吧。去了京城，万事有我，亲亲不用太过担心。别的我倒不担心，就是等回京，我会让人理出一间专门属于亲亲的库房，府上钱财和我名下铺子流水，可任由亲亲支取。我就知道王爷不是小家子气的人，出手就是阔绰，能遇上你，真是我的福分。亲亲何时也学会了这些恭维的话？王爷莫不是忘了我是商人，这些话何须学呀？亲亲在我面前不用太拘谨，从前如何换我，今后依旧如此。连名带姓乃是大不敬之罪，这如何使得？亲亲若不想，也可以换我的字子眼。子恒？不过从未有人换过，亲亲算是第一个。子恒，以后我就这样叫你了。信守承诺，萧令周到底是将陆怀旭放了，但不准江鱼见他。回京的务实皆已备好，他进屋时，江鱼正坐在铜镜前发呆。东西都收拾完了？差不多了。目光扫过梳妆台，他轻身拿起匣子中的长命锁。亲亲又在想岳父岳母。江鱼没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亲亲可以与我说说过去吗？你怎突然？我对亲亲的过去很好奇。你不是什么都查过了吗？何须再来问我？我并非是想深挖亲亲过去，只是想多了解你一些。我的过去没什么好了解的，父母双亡，好心邻里将我抚养长大，后来不提了，好人总是不长命，是我对不住他们。他欠他们一条命，以致上大学后都活在愧疚里。本想等大学毕业了，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就去看他们，给他们养老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我只是睡了一觉，醒来就来到了这陌生的朝代，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萧令周心情复杂，将他拥入怀中，轻抚他脊背。不想说就算了，等哪天亲亲想说了，再告诉我吧。窝在他怀里，江鱼想，可真温暖，温暖到他觉得，要是他一直对他这么好，这辈子和他过下去算了。马车驶离村口的时候，江鱼看到了一身青衣站在大树下的陆怀旭，四目相对几息。除了不爱他，他嫁他是出自真心的。如今局面虽不是他有意造成，可他心中对他还是有愧的，彼此各有难处，只愿他能彻底忘了他，独自安好吧。
许久没长时间坐马车，不过走了一日，江鱼就吐了好几次。等到了豫州地界，他原本红润的脸早已没了半分血色，连唇瓣都泛着淡淡青白。加上天气转凉，他一个不慎被寒气入体，发起了高热。客栈里昏昏沉沉睡了2日，情况才渐渐好转。2日未沾湿，这样下去可如何能撑住？多少吃些？胃里发沉，吃不下。我已让谢静兰先行回京，等你身子养好了，我们再走。是他过于心急了，只想带江鱼快些回京，没顾及到他受不住舟车劳顿之苦。看他完全失了往日活泼生气，萧令洲也跟着难受不已，挥手让人将饭菜撤走。他端过托盘上的药，舀了一勺吹冷。饭吃不下，药总归得喝，这样才能快点好起来。可以不喝吗？乖，大夫说你高热才退，必须按时喝药。不喝。喝完药我带你出去逛逛。说话算话。出门前，萧令洲拿了大肠给他系上，提前说好，不许乱跑。知道了，别啰嗦了，再晚一会儿天都黑了。他拽着他就往外走，这还是他第一次陪他逛豫州城，他不狠狠宰他一笔怎么行？看上的胭脂买，精美华丽的珠钗步摇买。逛了不到1个时辰，身后做护卫打扮的4人手里塞得满满当当，花别人的钱一点都不心疼。江鱼爽快的根本停不下来。送到客栈去，不用跟着了。是。青青可是饿了？是有点。想吃什么？辣的。柴氏火锅店中秋特惠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都来尝一尝看一看。2人循声看去，一名店小二打扮的男子站在店前大声吆喝。江鱼视线上移，看到了匾额上的柴氏火锅店几个鎏金大字，心跳没由来的漏了一拍。去那家。话落，他瞥下萧令洲提着裙摆往店里去。萧令洲紧随其后跟上来时，就看到他坐在圆桌旁朝他招手。这儿还算雅致，就是太狭窄。吃饭是其次，我来主要是想见2个人。青青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卖胭脂是认识的，不过他们应该认不出来我了。2人坐下没一会儿，就有小二上前来添茶。2位客官想吃点什么？小二，可否让我们见见你们的东家？不好意思，客官，我们东家说了，我们店暂不与外人合作。您要是为了合作的事儿来的，我劝您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我们不是来谈合作的，我是你们东家的朋友，麻烦你为我传个话，让我见一下你们东家。你就说他们的3弟在南疆混不下去了，回来投靠他们，你只需将话带到就成。至于见不见，你们东家自会抉择。小二将信将疑，但还是去了。不多时，2名身穿绫罗绸缎衣裳的男子快步从后院出来。就是你们要见我和我大哥？你认识我3弟？想必2位就是柴大哥和柴二哥吧？我是你们3弟的朋友，柴三让我带他向2位问个好。我3弟他在南疆怎么样了？他好着呢，他找着他爹了，年初还讨了个媳妇儿，说是过2年混好点了再来看2位兄长。那臭小子当初说好的，找到他爹就给我和老二写信，结果连个鬼影都没看见。就是娶了媳妇儿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也太不把我们当兄弟了。哎呦，光顾着说他了，2位想来是我3弟的朋友，他的朋友就是我柴大的朋友，可不能怠慢了。快去将前几日刚进的云雾茶泡一壶来，给2位尝尝。小二忙不迭去了，柴大拉着柴二坐了下来，态度热情的不行。知道2人没吃饭，立马让后厨先紧着他们这一桌。席间一个劲儿地询问江鱼关于柴三的近况，3人相谈甚欢，完全将生人勿近的萧令洲当做了背景板。一顿饭吃完已是日暮时分，走的时候柴大给2人免了饭钱，还让他们以后来就报柴三的名，不用给饭钱。走在热闹繁华街头，萧令洲攥着江鱼的手收紧力道：青青可开心了？我又多了2个朋友，当然开心了，但有人陪我逛街我更开心。那往后啊，青青想逛街了，我都陪着。正说着，街角传来小贩叫卖糖葫芦的声音。你等我一会儿。不消片刻，他握着2串糖葫芦回来。很甜的，尝尝。萧令洲看着递到唇边的糖葫芦，还沾着点细碎的糖粒，他微微低头咬下最上面一颗，却被酸得皱起了眉。甜不甜？不甜。抱歉啊，上面的糖衣被我舔掉了，所以不甜了。本来是有点酸的，但听青青这么说，我又觉得甜了。居然说我口水甜，真变态啊！骗你的，这串选的是熟透的山楂，没那么酸，给你。青青自己吃吧。走在渐暗的街头，身后的灯笼一盏盏亮起来，将2人的影子拉得纤长。
在豫州城待了3日，江瑜精神气全养了回来，走走停停，半月后两人到了京城。京城真是繁华啊，连要饭的都比别的地方穿得干净。先回王府安顿好，过几日我带青青去逛西街的庙会，那里的糖画和皮影戏一绝，青青定会喜欢的。正说着，马车忽然慢了下来。王爷，前面好像堵了，马车过不去。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是。护卫很快去而复返。禀王爷，是南家小姐与苏二小姐发生了争执，文公子也在。传本王命令，谁再敢拦着路，统统以寻衅滋事罪抓起来。护卫得了令，立马去办。围观群众一听是摄政王的车驾，全都自觉让出道来。马车缓缓驶过，站在道路旁的文景玉不经意抬眸，刚好看到马车中女子姣好的侧颜。她是谁啊？公子，你在和小的说话吗？你可知摄政王马车中的女子是谁啊？抱歉，公子，小的没看见你说的女子。是吗？那许是我看错了吧。景玉哥哥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南小姐早些回府吧，莫要让南大人他们担心了。没事的，景玉哥哥，我爹娘他们知道我是来……他话未说完，文景玉已转身离去，只留给他一个俊挺背影。小姐别伤心，温公子还是在意您的，要不然方才您与苏二小姐发生争执，他也不会帮着您说话。秋月，你就别拿这些话安慰我了，景玉哥哥他就是不喜欢我。哎，小姐，好了，别说了，回去吧，晚了爹娘又该说我了。马车刚停下，江瑜就听到一声狗叫传来，他是江墨。亲亲离开后，他不愿吃饭，慢慢就瘦下来了。下一瞬，江墨朝两人飞奔而来。1年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江墨一边用湿漉漉的鼻子轻拱他的手腕，一边发出委屈又欢喜的呜呜声，像是在抱怨这1年的等待，又像是在确认他真的回来了。行了，你主人刚回来，舟车劳累，让他先好好去休息休息吧。好啦，我不会再走啦，等我安顿好了，再让人带你来见我。江墨听懂了他的话，乖乖回到照顾他的下人身边。将江瑜安置进7月阁，萧令州去了宫中。江瑜粗略打量了一遭环境，便在丫鬟引着下去梳洗沐浴。奴婢翠秀参见王妃。奴婢红裳参见王妃。沐浴出来，2名丫鬟打扮的女子朝江瑜跪下行礼。他顿了下，散漫惯了，陡然间有人喊他王妃，还跪着给他行礼，他很是不习惯。起来吧。王爷特命奴婢2人来贴身伺候王妃，往后王妃的起居汤药都由奴婢2人照料。王爷还吩咐，若王妃想出门散心，或是有旁的需求，只需知会一声，奴婢2人即刻去办。知道了。2人又为他说了些府里的事务，他支着脑袋倚靠在榻上，听得2眼直犯困，直到一张温热的掌心托住了他脸，他猝然惊醒。王妃累了，都下去吧。翠袖红裳自觉退下。你回来了。西月阁的布置，青青可还喜欢？尚可，就是规矩太多，过于沉静了些，还没有张家村和新河村自在。青青不用拘着自个儿，这府里除了我，你便是唯一的主子，没人敢给你不自在。我离京太久，堆积了一些事务要处理，这几日怕是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。你想吃什么，想去哪儿，吩咐下人一声，自会有人去做的。还有，这府中和京中，你想去哪儿都成，但前提是无论去哪儿，都要带上翠袖红裳他们。我逃跑的事与令妻无关，能不能把他放了？青青是因连累他受罚过意不去而求情，还是因为别的？当然是出于愧疚啊！他要是一直被关着，我良心难，睡觉都不踏实。既是青青所求，我自是要答应的。他对着屋外吩咐：去水牢传话，把令妻放了。空气中传来一声是，接着便是近乎听不到的窸窣声。想来是人已离去，江瑜心中微微惊颤，暗处都是人，那他以后在这摄政王府岂不是毫无隐私可言？可是倦了。听他这么一问，倒真来了困意。倦了就睡会儿，我在这儿陪你。睡时是黄昏，醒来已是深夜。江瑜伸了个懒腰，坐起身，掀起被子，他拨开青紫纱帐下床，便听到外间传来交谈声。王爷体内的毒虽清除了，但每逢月圆之夜，还是会受其影响，倒不会危及性命，就是会感到头疼欲裂。可有完全根治的办法？王爷恕罪，老夫无能，只研制出了缓解疼痛的药，还做不到根治。本王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黎大夫注意到了江瑜，作揖行礼。
见过王妃。萧令州扭头看去，挥手示意李大夫可以走了。何时醒的？刚刚你中的毒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要从2年前说起。当时我带小皇帝下江南巡查，到豫州地界就遭遇了刺杀。我虽侥幸活了下来，但中了鹤伤之毒，那毒霸道异常，中毒之人几乎没有活过半年的。李大夫想尽了办法为我寻找解毒之法，在张家村找到了可以压制毒素的赤灵草，但此草采下入药后，需在1个时辰内服用，否则药效大减。为了方便试药，我掩去身份去了张家村，之后便遇到了青青。这么说来，你之所以在半年后才说娶我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。当时月下青青说的那一番话，让我回去后心情久久无法平静。最后一次试完药，在等待结果的几天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药会不起作用。所幸啊，上天给了我活下来的机会。得知结果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去找了青青。他伸出净白修云的手摩挲他脸颊。无心月晴，不问朝暮，不辨春秋。娶青青从来都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决定。你从何时开始喜欢上我的？具体从何时起说不清了，许是初见青青一身紫裙站在桃树下，手持折扇露出了半边脸对我巧笑嫣然时，亦或是青青第50次、第100次、第200次给我带南瓜饼时，也可能是青青月下醉酒，将我压在身下，说想将我锁起来，只能任青青一个人看一辈子时，太多太多的点滴汇聚在一起，我对青青的念头也一点一点在心里生根，渐渐的枝繁叶茂，直到再藏不住了。萧令州，你这辈子可以只娶我一个人吗？你是我合过媒、拜了天地的妻，也是唯一的妻，这辈子除了你，不会再有别人了。那可说不准，你瞧瞧你这张脸，多招人惦记啊！张家村有一个崔玲，这京城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崔玲呢。要是他们都来投怀送抱，你当真能管得住自个儿？再说了，你这身份，万一有人给你送美人，你能拒绝吗？还有我就不说了。他说着说着给自己说生气了，直接背过身去。总之你得给我个保证，否则你一个字，不对，是半个字我都不会信。这有何难？明日我便让人将府中尽数家财都记在青青名下，待官府盖了官印，便是我有再大的权势也无法后悔。如此，夫人可安心。秋意渐浓，便连流云也被染成熔金。京城的秋比同时节的豫州要冷上许多。江宇倚靠在榻上，膝头摊着厚厚半本未看完的册子。翠秀，你家王爷名下到底有多少家产？一本册子都记不完。萧令州说将家产全给他，还真是半点不含糊。王妃，王爷的家产在京中实在不算多的，除了王府，那些个勋贵世家才叫多呢。这样的册子，便是3、4册也是写不下的。我的个乖乖，3、4册还只是铺子田庄，要是把其他产业也划分进去，不敢想。京城的人真的是富得流油，难怪乞丐都比豫州的长得胖一些。不看了，我都来京城2日了，可不想一直闷在府里，出去逛逛。备马车还需要一会儿，王妃稍等片刻。江瑜看到红长带着一名小丫鬟出去身影，心中甚是无语。萧令州是多怕他又跑了，派了2个会武功的丫鬟跟着便罢了，连出门都得跟他通风报信。视线扫过厚厚一沓账本，他将那点不满压下，看在富贵又自在的美好生活份上，他就不计较了。前去报完信的红长很快折返。王妃，马车已备好，可以走了。马车行驶在热闹街头，路过一家胭脂铺，他吩咐车夫停下。江瑜踏入胭脂铺，不知是哪位大人家的千金，先前竟也没见过。见客人不愿说，女老板倒也没追问。客人，这边都是我们新出的胭脂，您瞧瞧喜欢哪一款，可以先试用，合适了再买。就在他看中其中一款味道清新宜人的桃花胭脂，打算要了时，旁边伸出一只手，劈手将他手中胭脂夺了去。老板，这胭脂我要了。这是我家主子先看上的东西，你怎可明抢？什么叫明抢？他又没有付钱，便不算他的东西。你可知我家主子是谁？江瑜想说话，被翠秀拉到了一旁。王妃，这种小事交给红长来就成，您别误伤了自个儿。我家大人乃当今太傅，我家小姐就是抢了，又能怎样啊？二位就当给我个面子，莫要争执了。胭脂总能挑到合适的，何必因为这个闹得不愉快不是？知道难为得罪不起，凑上前压低声音道：
这位姑娘，那位啊是蓝太傅的女儿，不是你我能得罪的。这样吧，您再挑挑别的胭脂，就当给您的补偿。他附在女老板耳边耳语了几句。如何？这开门做生意，做的就是挣钱的行当，你还嫌钱多了不痛快？好，我听姑娘的。女老板走到南威身边，轻声和他说了什么。他才出20两而已，我出30两，胭脂卖给我。40两，50两，60两，70两，80两，90两，200两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又没付钱，胭脂便是无主之物，自然是价高者得。被激起胜负欲，南威直接喊价500两，喊完得意地看着他。哼，就你也配和本小姐争？这胭脂我不要了，她是南小姐的了。南小姐，共计500两，请这边付钱。小姐，你好像上当了。闭嘴，不就是500两，付钱。小姐，钱不够啊。不够？怎么可能不够？前日娘不还给了我600两的提己钱吗？小姐，前日您与苏二小姐发生争执，不小心踩坏了她一只玉簪，赔了200两，现在就剩400两了。哎呀，南小姐犹豫什么呢？不会是想赖账吧？你休要胡说，本小姐才不是缺500两的人。就在他手足无措时，看到了一抹熟悉身影。锦玉哥哥。文景玉携小厮从书墨斋出来，路过胭脂阁，便听有人喊了自己一声，一扭头正好对上南威视线，见是他轻皱眉欲提步离开，余光不经意一扫，就看到了一张令他魂灵一颤的脸。是他，那个在摄政王马车中的女子。南威本以为文景玉又会不理自己，不成想下一瞬他就信步走进了胭脂铺。锦玉哥哥，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。南小姐自重。锦玉哥哥，你能不能先借我100两啊？我有急用，过几日我就还给你。文景玉看现场情况，便将事情猜了个七八。他黑白分明的眸看向江瑜，心中升起连他自个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来。公子认识我？在下文景玉，多有冒犯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公子是南小姐家里人？家父与南太傅乃是世交，在下与南小姐只能算是相识吧。算是相识啊。两家是世交，那她不就是你的小青梅？既是青梅竹马，她买胭脂钱不够，想必文公子是很乐意帮这个忙的。他可是和女老板说了，帮他把价格炒上去，他拿1半提成。南威没钱付账，他的提成不就飞了？文景玉愣了下，侧眸看了眼南威，让小厮拿钱。两家长辈虽然是世交，但在下与南小姐并非是姑娘想的那种关系。方才的话，还望姑娘莫要在人前说了。抱歉。待南威付完账，文景玉不好再做停留，温文尔雅的行了一记书生礼，便携小厮走了。南威见状，瞪了眼江瑜，带着婢女追了出去。女老板悄摸摸将银票和一锭银子塞他手里，喜滋滋收下钱。江瑜带着翠袖红裳继续逛。南威追出来的时候，已不见了文景玉踪影。他四下逡巡了一遍，确定找不到人，才不甘心的走了。他前脚离开，后脚站在巷子拐角处的文景玉和小厮走了出来。公子，我们还不走吗？再等会儿。文景玉也不知自己怎么了，脑子里一直浮现那女子的脸，还做出躲在暗处等她从胭脂铺出来的荒唐行径。一见到她，他就莫名感觉很熟悉，直到亲眼看着她带着丫鬟上了马车，离他越来越远，他才心不在焉回了府。次日醒来，梦里的事又忘了个干净，他隐隐觉得自己一定是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事。公子，今日庙会，老爷夫人问您可要同去。先前就听萧令州说庙会热闹，江瑜早早就起床梳妆打扮好，他去书房找萧令州，恰好看到谢金兰从书房出来。王妃可能要再等上一会儿，王爷还在议事。无妨，我左右无事，慢慢等就是了。在廊下护栏上坐了许久，就在江瑜百无聊赖地晃着腿时，看到了一抹熟悉身影。令妻走到他面前，抱拳行礼。王妃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多谢王妃关心，属下无碍。抱歉啊，利用了你的信任，还害你受罚了。王妃折杀属下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令其失职，本就该受罚，怪不得别人。王妃尊贵，以后此等向身份卑微之人道歉的话，切莫再说。若是被王爷知晓，我等万死难辞其咎。这么严重吗？我不过就是为自己的行为道个歉而已。果真是万恶的封建社会，太可怕了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王妃逃走后，王爷本是要杀了属下的，但因王妃留下的信中给属下求情，王爷才格外开恩，留了属下一命。所以
王妃不必再在此事上对属下心生愧意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什么，你家王爷议事快结束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令旗刚离开，书房的门便开了。几名议事的大臣走后，萧令周从书房走了出来。等许久了吧？现在出发，马车上茶水点心都备好了，你要是没什么事就赶紧到，我等不及要去看你说的皮影戏啦。放心，今日热闹，皮影戏的表演会久一些，赶得上。庙会这日，百姓会携香烛、祭品前往庙会主祀的寺庙或神坛跪拜上香，祈求神明保佑。萧令周陪江瑜在西街看完皮影戏，去了妙法寺。方丈亲自接待了两人。本王这儿没什么事了，辽无大师且去忙吧。那贫僧就不打扰了。阿瑜，怎么了？我有点要事，让翠袖红裳先陪你去静心湖逛逛，我稍后就来寻你。目光扫到谢金兰身影，江瑜了然。那我走啦。今日本不该带他来的，但有人提前掌控了行踪，要是突然改变主意不带他来，恐会打草惊蛇。静心湖很安全，有翠袖和红裳在，他不会有危险。从禅院出来后，走得有些累了，他随便找了个凉亭坐下休息。正垂着腿，他看到了人群中的文景玉，对方也看见了他，迈步向他走来。京城当真是小啊，文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那日匆匆，还未来得及问姑娘姓名，没想到还有这个缘分在这儿相遇。我无意结交公子，名字便不说了。看公子的样子，也是来上香祈福的吗？家父家母怕我待在家中闷出病来，便让我出来散散心。是该出来走走，这大好秋景，不欣赏欣赏，岂不是可惜了？他跳目四望，文景玉将他动作刻进脑海里。红枫古墙，银杏披荆，烟笼残荷，钟鸣秋空，佳人如画，倒真是不错的景致。静心湖景致不错，来了怎么着也要游一下湖，我便不作陪了，文公子自便。等一下，文公子还有事？在下有句话想问问姑娘。即便知道她已嫁人，亦非他能染指的，可他还是不愿接受现实。江瑜察觉得出来，文景玉看他眼神很不一样。文公子想问什么？他看向他身后的翠袖红裳，意思不言而喻。你们先去前边等我。主子，男主子交代过，奴婢两人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您。我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，还怕我飞了不成？是。文公子，现在可以问了。我与姑娘很久以前是不是见过？姑娘别误会，我绝非是放浪之人，只是在下自见了姑娘以后，便梦魇不断，每每看着姑娘，就油然而生熟悉感，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。在下自幼长于京城，可以肯定，胭脂铺那日与姑娘是初见，这2日频繁生出许多模糊的记忆，实在令在下苦恼不已。今日得见姑娘，还望姑娘能为我解惑一二。文公子，我并不认识你，对你亦无一丝一毫的印象。梦魇非小事，说不定你是患上了某种疾病也说不准。这种情况最好找大夫瞧瞧。抱歉，是在下叨扰姑娘了。没事没事，不过是问2句话而已，哪里算得上叨扰？他望向不远处站得笔直的翠袖红裳，一个橘红色身影突然闯入眼帘。他怎么也来这儿了？冤家路窄，溜了溜了。那个文公子，我婢女还在等我，我就先走了。文景玉像失了魂般点点头。走，赶紧的。两人不明所以被他搂着往静心湖方向走，直到远离了凉亭，确定看不见后，他才松开。王妃是看到了何物，竟吓成这样？仇人。仇人？王妃说的可是南小姐？是她。王妃何须怕她？您可是摄政王妃，便是他爹来，也得给您下跪行礼。你呀你，可别让我端架子那一套。小姑娘记仇着呢，我那日坑了她一笔，她要是见着我，少不了要扯皮。我今日是出来玩的，可不想坏了心情。王妃教训的是奴婢考虑不周了。走吧，去游湖，眼不见为净。是。两人跟上他步伐。另一边，南薇瞧见了站在凉亭内走神的文景玉，快步走过去。景玉哥哥，伯父伯母到处找你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担心你。南薇咬着唇瓣，眼中沁着脉脉情意。她喜欢文景玉，从小就喜欢。南薇，你说有没有一种病，会让人对刚认识的人产生一种认识许久的错觉呢？景玉哥哥，你生病了吗？不，我没生病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不好了，静心湖有人掉水里了，快来人救命啊！听到静心湖3字，文景玉脸色骤变，脚下生风跟了上去。景玉哥哥，你等等我。南薇紧随其后，来到静心湖，
看到湖面上有一艘船正往水里沉，文景玉抓过一名围观男子问：有没有看见一名身穿紫衣带着2名婢女的姑娘？好像就是那艘。他话没说完，就见眼前一闪，文景玉扑通一声扎进了水里。王爷，刺客头目带来了。雅韵流芳禅房内，萧令周气定神闲地与谢金兰下着棋，萧令周头也未抬。共有多少刺客？足有200名，身上有统一刺青，经查为死士，被活捉以后全部咬毒自尽，只有此人被属下阻止，没能得逞。真是难为赵太后母子了，为杀本王下这么大血本。2年前刺杀王爷的刺客里也有死士，看来是同一批。死士出马必不留证据，没有罪证，王爷打算如何反击？2年前本王或许需要证据，但现在嘛，以本王在朝中的势力，谢大人觉得还需要吗？您的意思是硬刚？谢大人委实正直的过头了，权谋之争手段如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达到最终目的。就像谢大人走的每一步棋，只要落子便都会留有痕迹。我方示弱之时需要真实的人证和物证，那是没办法的事。我方示强，只要敌人出手了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证据。如此，谢大人可明白？下官明白了。萧令周起身，走到被堵住嘴的刺客头目面前。可查到他身份了？禀王爷，此人名唤左红，是平章氏陈修身边的护卫。护卫？萧令周眸色暗了暗，将死士带在身边充当护卫，说明此人定知晓陈修诸多秘密。把人押去水牢，严加看管，另散播消息，就说本王今日在妙法寺遇刺，幸得上天庇佑，逃过一劫。同时还抓住了刺客头目，经他招供，指使他的幕后之人是同平章氏陈修。是。陈修是赵太后的心腹，王爷此举无异于告诉所有人，刺杀一事是太后所为。 2年前的仇是该一并讨回来了，证据一事就交给你了。王爷放心，下官一定给出一份完美罪证。禅房内气氛正沉静，叩门声传来。何事？王爷，王妃那边好像出事了。萧令周指尖骤然攥紧，方才还平静眼底瞬间涌现惊慌。静心湖边不会求水的文景玉与2名女子被人救了上来，捂着剧烈起伏的胸腔，待看清2名落水女子的脸，他不知该庆幸还是笑自己关心则乱。落水的根本不是江鱼。景玉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萧令周忐忑不安，带着护卫赶到静心湖，看到落水的人不是江鱼，重重松了口气。王爷恕罪，是属下没弄清楚情况。王妃人呢？属下也不知。找。是。就在护卫四散，准备寻找江鱼主仆3人时，江鱼打了个闷嗝，慢悠悠从垂花拱门走出来，看到湖边围了一群人，他带着翠袖红裳凑了过去。麻烦让让。费劲巴拉挤进人群，他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，后颈一紧就被人拽了出去。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亲亲去哪儿呢？我饿了，去找寺院师傅讨点斋饭吃。不逛了，我们回去。不容他拒绝，他牵住他手就走。那边发生什么了？你看起来很慌的样子。有人落水了。落水？你不会以为是我吧？他没说话，这会儿眉梢都透着冷凛，明显是生气了，心想还真被他说中了。作为赔罪，一上马车，他就讨好的拿了块桂花糕喂他，甜的，压压火气。亲亲今日可有见什么人？江鱼眉心一跳，他和文景玉说话的事这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了。有。亲亲与他何时相识的？就那天出门在胭脂铺见过一次，不熟。不熟？他今日为何独与亲亲说话？烦死了，每次都要刨根问底，我没有隐私的嘛。算了，看在他出手大方慷慨的份上，我忍。碰见了就闲聊了2句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萧令周抿紧薄唇，垂下眸子，幽沉一片。他信他说的话，但一想到文景玉跳下水极有可能是为了救他，他心中酸泡泡就止不住往外冒。亲亲以后见到他绕道走。明白。江鱼不蠢，瞧得出他不高兴了，得哄着，没再说多余的话。2人安静回了府。自被送回府，文景玉就发起了高热，昏昏沉沉2、3日未醒，急得文相夫妇焦灼担心不已。傍晚的天暗得越来越快，已是暮色4合时分。江鱼沐浴完，坐在梳妆镜前梳着一头乌黑长发。小厮拿了封信进来，
王妃，有您的信。我的信？翠秀接过信呈给他，见信封上什么都没写，他虽好奇却没拆开。你确定信是给我的？递信的人点名是交给王妃的，错不了。这就怪了，挥手让小厮退下。江瑜拆开信封，当信纸展开，他看到信上内容，刹那瞳孔一震，忙合上信，让翠秀将小厮叫回来。送信的人是谁？是个乞丐，送完信就走了。他的姓名小的并不知晓。没从小厮嘴里问出有用信息，江瑜将房间里所有人屏退，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信，他面上皆是难以置信。信上只有一句话：阿瑜，神明保佑你，定能叫你长命百岁。神明佑你，佑你。来人！半个时辰后，江瑜照了件云锦7月斗篷，包裹严实来了信上所说的清月坊，和小二说自己约了人，要了天字7号包间。他上了楼，谢金兰一身锦蓝长服踏入画坊，刚好看到江瑜上楼身影，颇觉眼熟。我是不是看错了？那女子怎么看着有点像王妃？大人，您的包间在2楼右边第1间。方才那位姑娘是来做什么的？您说那位客官啊，他约了人。约了人？他住哪个房间？抱歉大人，这是客人隐私，我们有行规不能透露。我与刚才那位姑娘是熟人，碰见了想打个招呼，不算坏了规矩。原来是大人的朋友啊，这就好说了。那位姑娘要的是天字7号包间，您往左边走就是了。多谢。叩响天字1号包间的门，进。谢金兰推门而入，看到另2名官员已到，互相见礼。下官参见王爷。人到齐了就开始吧。是。眼下京中都在流传赵太后派人刺杀王爷的事，盐官那边下官也递上了罪证，明日早朝弹劾陈修的折子就靠吴大人和左大人牵头了。我等自当配合谢大人。今日就商议到此，谢令引留下，你们2人可以走了。臣告退。坐。谢王爷，今日慈宁宫死了2名宫女，皆是死状凄惨，据安插的眼线来报，人是被活活折磨死的。王爷如今势头正盛，赵太后那边怕是又会鼓动清流派官员对您进行打压。不过是无能狂怒而已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清流一派官员看似不争不抢，但势力盘根错节，与王爷将来要做的事情而言十分不利。谢大人也觉得本王该坐那个位置？王爷恕罪，下官一时心直口快。为什么？本王又未说你有罪，本王对那个位置本无兴趣，奈何赵太后母子实不容本王。从前便罢了，如今本王有了王妃，总要为她与将来的孩儿做打算的。你起来吧。谢王爷。听他提到王妃，谢金兰乍然想起在1楼遇到的那女子。下官斗胆一问，王爷来时王妃可在府中？你这话何意？下官方才在楼下看到一女子，穿了件云锦7月斗篷，与王妃过于相像。云锦7月斗篷？你确定没看错？下官不敢冒言。他来清月坊做什么？听小二说是约了人，要的天字7号包间。江瑜在京中并无相熟之人，这么晚了，他偷偷摸摸出来，到底是约了谁？本王这没什么事了，你回去吧。下官告退。天子7号包间里，江瑜心情忐忑又期待地等着写信之人的到来，可左等右等，茶都喝几盏了，也不见有人来敲门。就在他等的耐心快用尽时，后门声响起。会是季启言吗？当年我亲眼看着他被推进火化炉，按理来说他不可能还活着，但穿越这种玄之又玄的事都发生了，他魂穿这种事也不是没可能。迈着1000斤重步子来到门口，他心跳已快得似要撞出胸膛，鼓足勇气打开了门。他视线缓缓上移，在看到一张清寂金冷面容后，瞳孔放大，他下意识后退2步。真巧啊，王爷也在这儿。亲亲来这儿做什么？我听说这家画坊的冰激如意糕做得很好吃，想着来尝尝。萧令周向前1步踏入包间，周身清冽气息瞬间笼罩过来。当真如此？是。话音落，就听包间外传来脚步声，他霎时头皮一紧，完了，写信之人要真的是季启言，与萧令周撞上还得了。
大脑来不及思考，他身体最先做出反应，一个箭步越过萧令周，将门关上。看着他做贼心虚动作，萧令周唇边扬起漫不经心的笑。亲亲，这是做什么？哎，我看开着门太冷了，关上暖和些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有些热呢？还是把门敞开透透风好一些。不行。为何不行？不行就是不行，还能为什么？让你知道我夜会外男，你不得把人砍成臊子啊！江瑜心中吐槽。再者，季其言自小将她当亲妹妹，要是知道她嫁了这么个阴晴不定的主，难保场面不会失控。我冷，你就依我一次好不好？不管了，先稳住屋里这个危险的再说。至于外面那个，亲亲约了别人。屋外的人见无人开门，又敲了几下，每敲一下，江瑜心就跟着颤一下。许是敲错门了吧？我没约人，没约人。我想也是，亲亲在京中都没认识的人，是不可能半夜三更约人在此的吧？江瑜想脱离他怀抱，手腕被扣住，他抬眸直直撞进他乌沉深邃眼中。亲亲想去哪儿？屋外静了须臾，咚咚声再度响起。真吵啊！亲亲可要我去将人赶走？不能去，我们现在这样如何能让人看见？啊，你干什么？外面有人在。他要进不来，亲亲害怕什么？从前在露天荒野里亲亲都敢做的事，怎到了这儿就不敢了？还是说亲亲是在意屋外的人？好，又是一个死亡问题。别胡说，我怎会在意一个陌生人？既如此，那亲亲就自己说话，把他赶走。包间内置了炭火，他身子是暖的，而他的手是凉的。他似完全没看到，打横抱起他走至圆桌旁，将他放了上去，俯身与他气息交缠。亲亲犹豫，是舍不得让他走吗？萧令周，你别这样。别哪样？亲亲倒是说说，是别拦着你见别的男人呢，还是别这样对你？江瑜没来得及说话，唇间气息便全部被他夺了去。他的吻带着几分急切的占有，却又克制着力道，没让他觉得疼，却又让他乱了呼吸，直到他快喘不过气，他才稍稍退开。让他滚！身体被他禁锢在怀里，他只得扭过脑袋对屋外的人道：你敲错房间了，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立在门前的身影怔了下。我听到屋内有异响，姑娘可是遇到难事了，要不要在下帮忙？公子多心了，我没事。公子莫要再停留，快些离去吧。男子没说话，微微躬身咳嗽着，听起来像是病得不轻。江瑜听着心中很不是滋味，只期盼他赶紧离开，免得招惹了萧令周这活阎王。门外的人伫立片刻，便默默地走了。我已经将人打发走了，你怎么能……人是走了，可亲亲今夜的行为让我很不高兴。萧令周，你混蛋！混蛋！更混蛋的是，青青都与我做过，如今为了一个陌生男人，倒还守身如玉起来了。一到他，青青好像更激动了。江瑜不想听他那些混话，绵软无力的手攥紧，赌气般别过脑袋。又不说话，就着姿势将他抱起，走向床榻。他一双锐目紧攫住他，不放过他脸上丝毫的变化。青青觉得装哑巴就能躲过去？我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你要我说什么？说了你不高兴，不说你也不高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对亲亲向来宽容，你若实话实说，今夜便少受些折磨。要是再满口谎话，我便让亲亲明日连床都下不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亲亲今夜来清月坊的目的，所有问题我只给亲亲半盏茶时间，误了时辰可就得受罚了。江瑜心底里将他祖宗18代全问候了个遍。来见一个人。谁？他抿紧唇不说话，眼底皆是纠结。季其言的事不能说，那就只能……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是他写信约我见面，说知道我兄长的下落，我才来的。他把季其言当哥哥，称呼一句兄长不为过。看在有血缘关系份上，萧令周总该不会再吃醋了吧？我怎没听青青说过还有位兄长？你知道我多少事？好，我暂且信青青的话。如此说来，方才敲门的男人就是写信给亲亲的人吧？是。那为何要说谎，骗我说他是敲错了门？怕你生气。怕我生气？亲亲是在意我，还是怕我杀了那个男人？都有。你怎么出的府？翠酒和红肠呢？我说想喝白露茶，将他们支起采集露水，避开下人后，悄悄从后门溜了出来。看在亲亲乖乖坦白的份上，这次便算了。
以后切不可这一般贸然行事了。我都交代了，王爷是不是也该信守承诺？什么承诺？我只说让青青少受些折腾，可没说要放过青青呢。玩文字游戏，你是真狗啊！最后，江瑜累得睡了过去，将他穿戴整齐。他抱着人离开包间，踏出房间，他对着空气唤了声令一，一道黑色身影便出现在了他面前。王爷，可看清那人相貌了？王爷恕罪，那人戴了帷帽，属下等人未能看清。去查。是。萧令周一身织金锦袍踏入七月阁时，他正没个正形的倚靠在小榻上，听翠秀和红长给他念这个月各大铺子的收支，每念一个数字，他眼中光亮就升一分。都下去吧。是。翠秀红长领着伺候的人退出去。青青还在和我怄气。你准是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我，连去如厕都有人跟着，我还不能有气吗？是我思虑不周，没顾及青青感受。府中沉闷，是该为你找个说知心话的。后日丞相夫人筹办赏梅宴，让翠秀红长陪青青去散散心可好？不去。为何？青青不是嫌府内闷吗？大冬天的赏什么梅啊，附庸风呀！一群人能凑出800个心眼子，和他们说话，他们不嫌累，我还嫌累呢。文丞相的夫人是良善的，性子也温和。她与文相膝下有一子，未有女儿。青青去了，定与她相处得来。这一次相府特意给青青递了请帖，若是不去，岂不驳了对方的面子？勋贵之家的宴会规矩颇多，你就不怕我去了给你惹麻烦？有我在，青青便是将京城捅破天，也无人敢智慧半句。那些繁文缛节本就束缚人，你若不喜欢，不想行那一些虚礼便罢，到时自会有翠袖红长替你挡着。青青只当是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可好？那要是有人欺负我，我可以像在张家村那样直接骂回去吗？青青是摄政王妃，无人敢欺负你。不过要是真有哪个不长眼的招惹了青青，青青想打回去骂回去都成。有子恒这话，这赏梅宴我可就安心去了。文府清心院书房内，男子咳嗽声不时响起。公子该喝药了，放桌上吧。公子这药刚熬好，得趁热喝才见效。今日府里怎么这么热闹？夫人说冬日院子里冷清，特意设宴邀请京中贵夫人小姐赏梅。替我更衣，我要出去走走。这怎么现在连我都使唤不动你了？小的不敢。更衣。文景玉自发高热昏迷几日醒来，脑中就有了许多清晰的记忆。他想起了自己真正的名字季其言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江瑜，包括他是如何死的，以及是如何来到了这个世界。许是萧令周提前知会了丞相夫人，江瑜想象中的被人簇着奉承打量的场面并未出现。和几位身份贵重的夫人打完招呼，他自个带着翠袖红长在雪梅园中逛了起来。就在他岁月静好坐在亭下品茶时，郡主，要我说，那个乡下村姑如何比得上您？她不过就是暂得了摄政王的宠爱而已。等过2年，新鲜劲过了，还不是跟那些被弃在别院里的玩意儿一样？王妃，可要奴婢去教训教训那乱嚼舌根之人。穿绿衣的女子是谁啊？回王妃，是苏家2房小姐苏月枝。苏月枝，她和苏月清是姐妹？是堂姐妹。不过苏大小姐性情坦荡，与苏二小姐在背后搬弄是非的做派截然不同，因而2人都是面和心不和。不用管，不过是几句无关痛痒的坏话，他不想理会。主子都发了话，翠秀2人自是不好自作主张。萧醉月2人起初并未看到凉亭内的江瑜，说坏话撞上正主，他心虚地低下了头。萧醉月倒是无所谓，走上前一副算账架势。江瑜，你说话不算话！翠袖红长挡在江瑜面前。郡主，虽然您身份尊贵，但按理数您该称呼我家主子为王妃。什么王妃？她就是个骗子，收了本郡主的钱，还赖着盯着哥哥不放，卑鄙！就是，郡主尊贵，与摄政王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某些穷酸村姑也不掂量自己什么身份，还真以为攀上摄政王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岂料他话刚落，翠秀一巴掌甩了过来。你竟敢打本小姐！我记得我给过苏二小姐脸了，是你自个儿上赶着挨打的，怪谁啊？江瑜，她再怎么样也是苏家人，你怎么能让下人打她？郡主刚刚也算以下犯上哦，不如也来一巴掌。疯女人！苏二小姐，这一巴掌就当是给你提个醒，若再敢对摄政王妃不敬，就不只是简单的一巴掌的事了。凉亭这边动静太大，
引来了不少赏景的人，哪受过这个委屈？余光触及往这边来的贵夫人小姐，她捂着被打的脸，很是委屈地拔高音量道：“王妃，臣女就是一时嘴快，并非有意冒犯，你怎能仗着身份就随一名婢女打人呢？”卢氏一来就瞧见女儿哭得梨花带雨。芝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娘，我没事，我就是说了句玩笑话，让王妃误会了，以为我冒犯了她。月枝，休要胡言，摄政王妃绝非是你口中的那种人。月清见过王妃。你就是苏月清？是，早知王妃到了京城，月清本该去府上拜访，奈何军务缠身，实在脱不开身，还望王妃见谅。长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也没有必要认为我在撒谎骗人吧？这一巴掌打便打了，妹妹也没有什么可计较的，可妹妹实在受不了被人冤枉这个委屈。你有没有冒犯本王的王妃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在看清来人后，纷纷自觉让道行礼。身披白色狐裘大氅的萧令周走到江鱼身边，而是听本王的王妃怎么说。王爷，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啊！本王不过上个早朝的功夫，哪个不长眼的把本王的王妃欺负成这样？不长眼的苏月枝面色惶恐地跪在地上，大气都不敢出。王爷，妾身在凉亭里喝茶喝得好好的，无意间听到苏二小姐在和郡主说妾身的坏话，翠袖照规矩以她以下犯上，打了她一巴掌。赶巧各位夫人小姐过来，她就高喊说妾身平白打了她。今日这事要是没个交代，妾身也不活了，不活了。亲亲莫怕，有本王在，今日定还你一个公道。他未有实质，却透着冷厉的目光扫了眼苏月枝，问跪了一地的人：王妃所说可有假？江鱼三言两语就将事情经过清晰地概述了一遍，在场的人哪还能有不明白的？臣女可以作证，当时情况确实如王妃所言。郡主呢？王妃嫂嫂所说句句属实。来人，苏月枝目无尊卑，以下犯上，人证俱全，拉出去杖100。臣女只是一时口不择言，并非有意冒犯王妃，王爷饶命！娘知错了，您救救女儿，救救女儿！娘，未能教育好女儿，也是臣夫的过错，恳请王妃让臣夫带女儿受50杖。二婶儿，你身子弱，如何受得住这50杖？月枝做错了事，就该他自己承担后果。婶婶不能看着他去死啊！王爷，左右妾身也没伤着什么，就当怜苏夫人一片爱女之心，小事惩戒即可，100杖就算了。亲亲总是这般心慈，往后叫那些不知死活的在得寸进尺，可如何是好啊？这话是说给在场的所有人听的，亦是说给苏月枝听的。臣夫回去定严加管教女儿，绝不会再让今日之事发生，还请王爷开恩啊！臣女知错，臣女向王妃道歉，臣女以后再也不干了，求王爷饶了臣女，求王爷饶了臣女。既是王妃为你求情，杖责100就改为60。苏夫人教女无方，罚面壁思过3个月。安阳郡主纵苏月枝冒犯王妃，罚禁足半年。说罢，他侧眸叮嘱翠袖两人：往后如果再敢冒犯王妃者，不用禀明本王，直接杖毙。奴婢遵命。萧令周下完令，看也未看跪着的一众人，牵着江鱼的手离去，直至两人身影完全消失在雪梅园。待人都走完，风雪声中一道闷咳打破了宁静。绿枝，没事吧？绿枝啊，爹娘是为了你好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都行，可那位她是摄政王妃呀。爹娘，儿子听你们的。他们今日特意让他躲在这儿看完这场戏，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与他终归没可能了，看到他过得好便足够了。既其言既已成过去，那便让他永远活在江鱼心中吧。爹娘，风大雪寒，咱们回去吧。两人连连点头，扶着他往回走。摄政王府书房，
萧令州指节轻叩檀木交椅以身。经过文丞相与丞相夫人相劝，文公子已经答应不再执着于王妃，那模样看起来不似作假。落款为季，写信之人却是文景律。他眸色流转，始终想不通其中关联。季，这显然是个姓氏，他是谁？是文景律？不对，从江瑜收到信后就不顾精深露寒，偷偷跑去赴约，说明他极在意写信之人。但他与文景律从前并不认识。从前，谢京南曾说江瑜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，他自个儿对从前也鲜少谈及，包括他的家人朋友。所以这文景律会不会与他是来自同一个地方，而他从前就姓季？这个猜测让萧令州蹙起了眉，这件事太过匪夷所思，已经完全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畴。挥退令衣，他在书房攥着信沉凝了许久，直到下人来通禀江瑜已歇下，他才收敛心神去了七月阁。踏着风雪寒霜，萧令州站在了七月阁外，伫立良久。他迈着步子进了屋，梳洗后，他换好寝衣，拨开帷幔来到床前，看到了睡得正香甜的江瑜，许是嗅到了熟悉的清冽清香。掀起被子，刚在他身侧躺下，他就习惯性地贴上来搂住了他。亲亲。他睡梦中应了声，尾音裹着未醒的绵软，像进了温水的糖，轻轻化在冬夜的寂静里。确认他真的睡着了，萧令州试探性地问：你爱我吗？年关前的最后一场雪落得绵密，将青瓦上的旧尘都盖得严丝合缝。七月阁内，江瑜带着丫鬟婆子捡起了窗花，江墨乖巧地窝在他脚边闭目养神。这剪窗花果真和女工一样是精细活，太难了。王妃别灰心，这剪窗花可是门大学问，您才刚开始学，这剪鱼对您来说难也正常。外间传来打帘声音，接着披着件墨青大氅，身着石青檀墨藤纹云袖袍的萧令州挑了珠帘进来，下人知趣地退出了房间。亲亲在学剪窗花，哪个好看？亲亲剪的自是最好的。子恒，你可真会说话。不过呢，就是这双眼睛的审美是不是出问题了？萧令州唇边漾着笑，勾着他细腰，将人揽进怀里，与他耳鬓厮磨。亲亲何须贬低自个儿？在我看来，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。你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虽不知这西施是何人，但亲亲比之美甚，比之更心灵手巧。我发现你近来是越发油嘴滑舌了，也更粘人了。亲亲不喜欢我粘着你。江瑜不知道他吃错什么药了，自半个月前开始，每日来七月阁的次数比以往都勤。你都不忙吗？一下早朝就来我这儿。马上要过节了，宫中那2位很安分，我算暂落了个闲。难怪没人搞事情，他这个摄政王还是过得很滋润的，懒洋洋靠在他怀里，又被他身上好闻清香包裹。江瑜有些犯困地打起了哈欠。困了？他无精打采地嗯了声。昨夜被他闹了半宿，他精神头现在还未养回来，他倒是神采奕奕的。困了就睡会儿，我在外面处理公务陪着你。醒来时，外面已近黄昏，翠袖红裳进来伺候他更衣，说是萧令州有要事处理走了。王妃，苏大小姐来了，怕扰您午睡，一直在偏室等着，可要奴婢现在将人请进来。因着赏梅宴那日短暂接触，江瑜对苏月清颇有好感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就熟络了起来。穿戴整齐出了内室，江瑜让翠袖将苏月清请了进来。还是王妃这日子过得舒心，连我都羡慕了。苏大小姐这话就是折煞我了，我还羡慕你来去自在，不受拘束呢。明日我便要去京郊练兵了，趁天色还不算太晚，来寻你说说话。还有几日就要过年节了，还要去练兵？明年4月，陛下就要前往岳山进行封禅大典，这护驾的职责落在了苏家军头上，护驾可是大事，得赶着这几个月抓紧操练，以防意外。江瑜吩咐翠袖去将昨日自己命人做的2件冬衣拿来。没什么好送你的，我瞧你身形与我差不多，恰巧昨日做了冬衣，你待会走的时候一并带上。那就多谢王妃好意了。都和你说那么多次了，私下叫我阿姨就行。是，多谢阿姨好意。
离天黑还有1-2个时辰呢。我听说西街新开了家茶楼，唱曲的伶人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，声音也好听。阿宇可愿接受我的邀请去听听曲儿？美男子还难得一见，有多难见？接受，当然接受。阿云盛情邀请，我哪有不去的道理啊？江宇2人刚下马车，便有小二满脸堆笑迎上前来。2位姑娘一看就是贵人，快里边请，小的这就给2位挑最暖和、视野最好的位置，保证2位能全程瞧见青玉郎君的脸。该说不说，人家是做服务行业的呢，将顾客来意了解得透透的，领着2人上了2楼。小二贴心的倒好茶才离开。坐了一会儿，一位身着青色如常、容貌带着点异域风情的男子出场。也不知老板从哪儿弄来的，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，就是唱曲儿的功夫不咋样，还没他92岁去世太奶唱的好听。一曲终了，有人大声喝彩，拿出碎银子往台上打赏。小二端着托盘走到江瑜他们这一桌，眉眼带笑，示意他给银子打赏。江瑜第一次听曲儿，不懂这里面的规矩，看他托盘中放着碎银子，又往他面前凑，还以为是要他学着底下的人给唱曲儿的打赏，抓了一把撒向下方戏台。哟，谁呀？距离太远，有些碎银子砸在了底下人身上。我难道做的不对？阿宇，小二是让你给赏钱，不是让你拿托盘里的钱给伶人打赏。那什么，你也不说话，我还以为……客官初次来，也怪小的没提醒，不知者不怪，不知者不怪。啊，赏钱是吧？等会儿，我这就给你拿，这就拿。在他左掏右掏时，苏月清也从腰间取下了荷包。江瑜嫌麻烦，直接将荷包里的银票碎银子全倒在了桌上。小二看到他拿起了100面额的银票，喜上眉梢。就在他为即将能抽10两银子高兴不已时，江瑜摇摇头放下银票，转拿起一锭10两的银子。10两也不错了，能抽1两，抵半个月工钱呢。然后他看到江瑜掂着10两犹豫了下，再度放下，最后停在了2枚铜板上，望着他无比肉疼递过来的2枚铜板。干了5、6年小二，就没见过穿得如此气派，却抠成这样。尽管心中不满，他还是笑脸相迎道了谢。苏大小姐和王妃怎在此处？一身锦蓝衣袍，清朗端雅的谢金兰朝2人走来。下官见过王妃。苏小姐，真巧啊，谢大人也在这儿。江瑜视线越过他，朝他身后看去。王妃放心，下官只是来办公务的，王爷并未在此。啊，不在就好，不在就好。要完一圈赏钱，端着托盘回到伶人居住的房间。什么人啊？3文赏钱，打发要饭的都不止这点。何事如此？要个赏钱回来一脸的怨气啊！郎君。青玉郎君瞥了眼托盘，看到了在一堆碎银子里格外惹眼的3文钱。这铜钱是谁给的？还能是谁？就是拿碎银子砸郎君你的那位，居然还有脸嫌你唱的曲难听，切，还王妃呢？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王妃，肯定是骗子。青玉郎君听到王妃2字，妖异面上神色微变。我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王妃，肯定是骗子。那位客人走了没？没呢，小的瞧他们有位朋友来了，一时半会儿估计不会走。带我去见见。是。因江瑜2人坐的位置绝佳，青玉郎君2人一上2楼就瞧见了。郎君，就是那桌。给铜钱的是右边那女子？是她。倒是个美人儿。是长得美，就是太吝啬了。青玉郎君目光扫过谢金兰，微勾唇，转身下楼。这就走了？郎君不过去了？小二跟上去，不明白他特意上来这一趟做什么。回到房间，青玉郎君从托盘中拿了一锭银子丢给他。多留意那名女子，她下次来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。郎君放心，小的一定牢牢记得。江瑜丝毫不知自己只是来喝茶听个曲儿，就在不知不觉中被人盯上了。谢金兰一来，3人略显尴尬。小二结账。说好的我请客，茶钱我来。苏大小姐和王妃都是女子，怎好让你们付钱？还是我来吧。不等他拒绝，他已将茶钱给了小二。让谢大人破费了，下次有空我请你喝茶。那苏小姐可千万别忘了，我会一直记得。我向来言出必行，谢大人放心就是。我相信苏小姐的为人。二位要不再坐下聊会儿？不了，该回去了，快走吧。不同路，道了别，江瑜就上马车离开了。苏月清收回目光，哎，怎么不见谢大人的马车？
我的府邸离此不远，走2刻钟就到了，便没叫马车。入夜风寒，苏小姐快些回去吧。年节这日，摄政王府里一派热闹，管事嬷嬷领着丫鬟穿梭在水榭廊下，各自手里都端着刚蒸好的八宝甜饭、油亮的酱肘子，还有为守岁备下的栗子、桂圆，样样都透着精致和妥帖。7月阁内，江鱼终于学会了捡年年有余，高兴地向江墨展示着自己的成果。萧令周在院里就听见了他欢快笑声，进了屋，看见他正举着红纸捡的鱼凑在江墨面前。子恒，瞧，我会捡年年有余了。亲亲真厉害。那是，就没有我学不会的。说着，他似想起了什么，满是神秘的让萧令周闭上眼。亲亲想给我看什么？真是的，让你闭上就闭上，再废话就不给你看了。好。他听话的闭上眼，由着他引着自己走到小榻边。好了，可以睁眼了。这是？当然是你啦，我捡的不像吗？像，很像。我手里抱着的是鱼吗？嘿，你抱的是我。鱼啊，鱼。他恍然，眼底浮现亮色，揽住他腰，低头亲在他唇角。这是亲亲送我的年节礼物。是啊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他与江鱼之间又多了一样连接感情的信物，萧令周当然喜欢。将人像递给侍立在一旁的婢女，他音色清越道：说吧，亲亲想要什么回礼？我想在京城开家胭脂铺。我的司库和王府的产业都在亲亲名下，亲亲什么都不缺，何苦累着自己去开铺子呢？好子恒，好夫君，你就依依我嘛。你瞧我这半年在府里都闲得发霉了，我对那些个宴会真的没有一点兴趣，就想做胭脂。难道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，你都不能成全我吗？这事我可以答应亲亲，但前提是这铺子得交给底下人打理，你不能露面。行。暮色四合，家家户户点起了红灯笼。守岁更敲响时，爆竹声骤然在空中炸响。萧令周一身靛青长服揽着他肩，两人站在一起，男的俊美不凡，女的皎若秋月，当真惹眼极了。热闹退去后，有些疲累的江鱼换了寝衣，洗漱一番后，就将自个裹进了柔软馨香的被子里。萧令周沐浴完从盥洗室出来，只瞧见一颗背对着他的脑袋。年节有7天假，他这个摄政王难得能落得清闲几天，趁这几日，他打算多陪陪江鱼。上了床榻，熟练又自然地将江鱼捞进怀里。亲亲，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2个年节，以后的每年我们都会在一起过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别吵，乖乖睡觉，睡觉。他翻了个身，窝进他怀里。睡吧，阿鱼，我一直都在。夜深了，连风都歇了声息，只偶尔有残雪从瓦上滑落，轻得像一声叹息。距离天欲降明还有2个时辰时，急切的叩门声骤然打破了7月阁的宁静。王爷，出事了！萧令周倏然睁眼，穿戴整齐出了房间。何事惊慌？管事妇在他耳畔说了什么，他眉心拧起，便快速往外走。马套好了吗？接到消息就立马让人准备了。叫上几名护卫，萧令周出了府打马，直奔京郊军营。脚刚沾地，便听军营里传来此起彼伏的痛苦呻吟声。萧令周进来时，看到苏月清正在给一名士兵喂水。这怎么回事？昨日年节，我下令让炊事兵炖了肉给士兵加餐，谁料半个时辰前吃了肉的士兵就开始接连上吐下泻。军医说是使用了治泻的药物，人死不了，就是近1个月人都会虚弱无力，没法训练。萧令周眼中附上彻骨寒意，这个时候无法训练，看来背后之人是冲封禅大典来的。下药的凶手可抓到了。他往外走，周身力气几乎要凝成实质。苏月清紧随其后。是炊事兵里的一名士兵干的，已经关押起来了。他只交代是一名吸取人买通了他，让他在菜里下药，其余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吸取人？吸取人怎会知晓练兵场位置？练兵场位置只有他和苏月清还有苏炳渊知道，他们3人都不可能会泄露练兵场位置，就只有军营里有奸细。现在士兵都中了药，没法查，而且就算有奸细，这个时候恐怕早就毁掉了该有的通信证据，就是把军营掀个底朝天，都只是做无用功。找证据做什么？将人引出来就行了。怎么引？晨光熹微，军营还被如揉碎棉絮一般的雾色裹着，
驻营帐内，一名20来岁、长相干瘦的士兵被压着跪在了地上。禀王爷，将军，这就是军营帐内抓到的奸细，是他一人。属下等人守到现在，只有他来下药。你背后之人是谁？小人只是个守帐的士兵，听不懂王爷在说什么。是吗？守帐需要进帐吗？小人只听到军营帐里有动静，进去查看。萧令周略一抬手，副将忙将药呈上，奸细肉眼可见更慌了。这是什么？想必你最清楚。既不肯交代，便请你带苏家军尝尝味道，给他灌下去。王爷，这一包下去，人死了怎么办？一个奸细而已，死便死了，他主子都不会放在心上，你担心什么？此药名巴豆霜，出自西曲，这个剂量会让他上吐下泻，受苏家军10倍难挨的折磨再死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副将再无所顾忌，随着药粉的苦味在口中弥漫开来，他被呛得连连咳嗽，三角眼瞪得溜圆。我招。说，我的背后之人是……他一口黑血喷了出来，一双瞪大的三角眼里写满了不可置信。副将蹲下身探了下鼻息，回禀：王爷，人提前服了毒，死了。拉下去处理了。遵令。线索又断了，看来这背后之人早料定我们会清查奸细。无妨，知道目的就行了。苏家军的情况先隐瞒，背后之人坐不住了，自会露出马脚。是。江瑜睁眼就瞧见了坐在床沿的萧令周，他像是出门了，身上还沾着外边带来的些许冷意。在想什么啊？这般入神啊，在想一点小事。值得你这么认真想的，一定不是小事。不说烦心的事了，年节有7天假，亲亲想做什么？江瑜想了想，坐起身。你陪我去妙法寺给我爸爹娘上香祈福吧。抛开别的不谈，他到底是他夫君，给去世的岳父母祈福也是应当的。好。苏家军被下药一事，萧令周让人继续暗中调查，却一直未能查到更多有用信息。这日年节假还未过，江瑜和丫鬟婆子在院里捣鼓自己的胭脂，萧令周倚在榻上看书。就在这时，管事走了进来，禀报说宫中传召。进宫路上，萧令周才知苏家军的事走漏了消息，小皇帝召集几位重臣，决定更换护驾人选事宜。至于苏家隐瞒不报，小皇帝罚了苏月卿半年俸禄和闭门思过2月以儆效尤。从御书房出来，避开宫人目光后，萧令周率先开了口：苏家军的事怎会落入小皇帝的耳中？来的路上，我向传话太监打听了下，说是有人在坊市间到处传苏家军被下药一事，皇城司的人听到就上报到了陛下面前，想来是背后的人在暗箱操作。本王让人查了好几日，都没能查到半点线索，此人到底什么来路？就目前来看，倒是符合王爷先前猜测，对方不想让苏家军担任此次护驾之责。事已至此，苏家不担这个职责，反而是件幸事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此次封禅大典不会那么太平了。苏月卿眉心拧在一起，他总觉得这里面透着古怪。你不去也好，就在京中帮本王盯着赵太后，顺便保护好阿瑜。时间在重复的日常中悄然溜走。江鱼胭脂铺开业这日是个顶好的天儿，经过他改良推出的胭脂一度到了供不应求地步，左右铺子有专人帮他打理，他每日就只全身心投入到改良胭脂的事上来。相较于他，年节后的萧令周更忙着政务，忙着应对那位健壮的少年天子。没有他缠着，江鱼一天过得滋润又自在，就连闭门思过结束来找他的苏月卿都说，瞧瞧这容光焕发的，浑身都是精气神儿，半点不似我刚认识你的那段时间。江玉半点不客气，扭头就拉他当取花榨汁的免费劳动力。苏月卿不用日日去练兵，落了清闲，倒也愿意日日来给他当苦力。两人每日待在一处，感情也随之越发深厚。距离月山封禅大典还有10天这夜，为了感谢苏月卿半个多月来的无私奉献，江瑜特意让厨房做了一桌子菜留他吃晚饭。江瑜让人备了2坛酒，打算与苏月卿在院内小酌几杯，说点女儿家的体己话，屏退所有下人，顺便让隐在暗处的令尉也走后，两人终于开怀畅饮起来。苏月卿是征战沙场的女将，酒量自是比一般女子好，可她没想到江瑜也不遑多让，你少喝点儿，这酒烈着呢。放心，以我的酒量，这酒呀，我喝1坛都醉不了。1坛？你莫要说大话，我都只能喝10杯。
你是酒量不错，可也不至于夸张到喝一整坛呢。我可没说大话，萧令洲都喝不过我。想当初我就是装醉把他拿下的，他现在都不知道我当时是装醉呢。哎，萧令洲那么冷的性子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还能喜欢他什么？以前是喜欢他那张脸，现在逃不掉，就只能喜欢他的钱，他的权势了。你难道不是因为爱萧令洲才和他来的京城？爱是不可能出现在两个身份不对等的人身上的。他那样尊贵的身份，我哪里有得选，哪里敢去爱啊？不爱，你与他在一起，岂不是很痛苦？痛苦倒算不上，人嘛，总归是要知足的。他长得好，有钱有势，目前对我也不错，这样的夫君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他要我这个人，我也得了他好处，谁也不算亏着谁。两人都未注意到回廊转角下静静立着一高大挺拔身影，将他们对话尽收于耳，暗自攥紧了手。好一句他要我这个人，我也得了他好处，谁也不算亏着谁。原来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人自作深情，自以为是。他从未爱上我，从未，可笑极了。失了魂般原路折返，夜风明明是轻柔的，可萧令洲却觉得砸得他心脏很疼，疼极了，形同行尸走肉般回到书房，望着桌上南瓜饼，他攥紧拳头，心口处像是被人活生生剜去了一块，空落落的疼早已盖过了所有知觉。江鱼，上阳下女的江，一事无语的语。他喉间挤出破碎的低语，声音沙哑的不像自己。阿宇啊，你对我可真够残忍的。在他弥足深陷后，告诉他他不爱他。月华似水弥漫在七月阁院内，一坛酒尽，苏月清已是醉意尽显。情爱这东西恼人的很，你这样也挺好，挺好。心中无男人，拔剑自然神。不像我。阿云，你有喜欢的人？有。现在还喜欢？但他不喜欢我。这世上男子千万，你何必一心栽在他一个人身上？他不喜欢你，你换一个喜欢不就成了？一个不行就两个，两个不行就三个。我就不信没有合你口味的。那个谁啊，对，就是那位谢大人，我瞧他就长得不错。你要是不喜欢他那种端雅古板型的，还有茶馆里那个青玉郎君那种妖异勾人型的，当你美男环绕，左拥右抱，还会去想喜欢他的事？什么美男环绕，左拥右抱？这不成纨绔子弟了吗？纨绔子弟怎么啦？就只准男的纨绔，不准女的纨绔，这什么理儿啊？不成，我真那么做了，我爹肯定第一个打死我。时候不早了，今日就到这儿，多谢你的款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要不要喊个人扶着你啊？哎，不用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习武之人，不至于连个路都不会走。说着他摇摇晃晃离开了七月阁。